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足以让每个人瞠目结舌的预言。未来2年，我们熟悉的人类世界将被彻底改写。听起来像科幻吗？这句惊人的断言出自被誉为 AI 教父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口。他预见的未来正快速成为现实。究竟黄仁勋看到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变化，使得短短2年就能让世界面目全非？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正在酝酿中的颠覆革命。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预言未来的 AI 教父。黄仁勋何许人也？他是半导体与人工智慧领域的传奇人物，辉达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一手打造了 GPU 图形晶片帝国。早在20多年前，黄仁勋就敏锐嗅到了平行运算的价值，用绘图晶片来加速计算，开辟了通往人工智慧的道路。从 3D 绘图、游戏显卡到深度学习的 AI 晶片，他一次次压中了未来的方向。黄仁勋有句名言，软体正在吞噬世界，但 AI 将吞噬软体。过去10年，这句话逐渐变成现实软体革命，颠覆各行各业。而现在人工智慧正以更狂飙之势颠覆软体产业本身。黄仁勋总是走在趋势最前沿，他的判断力和远见让他赢得了 AI 教父的称号。当这样一位人物语出惊人，断言未来2年人类社会将迎来彻底重置，我们有理由竖起耳朵洗耳恭听。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勋的预测不是空穴来风。回顾他的轨迹，当年他豪赌 GPU 加速运算，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最终 GPU 计算成了 AI 时代的基石。几年前，他大力投入人工智慧软体生态与资料中心，又一次引领辉达从传统晶片公司蜕变为 AI 时代的核心企业。他对趋势的精准判读，让无数科技公司趋之若鹜。因此，当黄仁勋现在告诉我们，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正迫近，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黄仁勋之所以如此笃定未来2年会天下大乱，是因为2股前所未见的技术浪潮正同时袭来。他指出，这是近60年来首次见到2场技术转型同时发生，而它们碰撞融合，威力将远超过单一技术的进步。第一场转型是计算方式的革命。自从上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诞生以来，我们习惯了摩尔定律带来的稳步提升，晶片性能约每隔2年翻1倍。然而近年来，摩尔定律趋缓，传统通用运算遇到了瓶颈。黄仁勋早早预见这一点，转而倡导加速运算，也就是利用大量并行计算的 GPU 来替代单一 CPU 的串行计算。这一转变正在发生，现在从超级电脑到云端资料中心，无一不再引入 GPU 等加速器。透过平行运算，一台机器可同时处理成千上万个计算任务，计算能力呈现指数级飙升。黄仁勋形容，计算领域正从通用时代跃迁到加速时代，其影响有多大？打个比方，在加速运算与新晶片架构的带动下，未来10年计算技术有望提升100万倍之多。这绝非夸大其词，想象一下，10年内运算性能提升100万倍，平均每年提高4倍左右，这远远超越过去任何时期的科技增长速度。如果真如此，2年之内计算能力就将暴增10多倍。计算性能的飞跃为人工智慧的进化提供了澎湃动力。第2场转型是人工智慧的革命。长久以来，电脑只能执行人类写好的程式和规则，而现在他们开始学会学习。深度学习的突破让电脑通过分析海量数据自行训练出解决问题的模型，不再局限于工程师的手写逻辑。这意味着电脑正从笨拙的计算工具蜕变为拥有某种智慧的机器。尤其是近年来诞生的大规模生成式 AI， 更是让机器展现出类似人类的语言和创造能力。我们都见识过 ChatGPT 带来的震撼，输入一行指令， AI 就能写文章、写程式、回答问题、创作故事，庞福一位博学多才的助手。黄仁勋强调，智能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因为智慧本身是所有其他技术的基础。人类之所以能创造科技，是因为我们有智慧。如今机器获得了某种智慧，就有潜力颠覆人类发明的一切工具。过去，人工智慧还停留在实验室理论阶段，而现在 AI 已经飞速赶上并开始超越人类在许多领域的能力。
从视觉辨识、语音理解到如今的语言创作、决策分析 ，AI 的能力版图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在扩大。我们正站在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门槛前，不少专家预言，最快5年内 AI 就可能在广泛智能上媲美人脑。试想，2030年前后，电脑的整体智力就有望与人类不相上下，那将是何等巨大的震撼！更关键的是，这2场革命不是各自独立的浪花，而是正汇聚成一股惊涛骇浪。加速计算提供了 AI 高速发展所需的澎湃算力，而 AI 的广泛应用又反过来推动对计算设备的需求暴增，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循环。黄仁勋将这2大技术趋势的结合比喻为1+1远大于2。当强劲的算力引擎遇上聪明的学习算法，技术进步将呈现前所未见的加速度。他大胆预测，计算技术每10年进步100万倍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种速度下，不要说2年，1年甚至几个月，行业面貌都可能焕然一新。换言之，未来2年我们将处于一个技术爆炸的拐点。正如黄仁勋所说，短短2年内，不仅他所领导的辉达公司，整个 AI 产业乃至所有受 AI 影响的领域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我们身处的变革已经超越任何单一的发明，它集合了计算硬体与智能软体的双重飞跃，这种级别的巨变在现代史上前所未见。那么具体而言，未来2年这场 AI 驱动的技术巨浪会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呢？让我们从几个关键面向一步步展望这场巨变。黄仁勋和许多科技领袖的言论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未来图景，许多今天看来新奇甚至难以置信的场景将在2年内成为日常现实。1. 工作模式巨变，人人都有 AI 助手，程式码将由 AI 撰写。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你进入办公室不再只是打开电脑处理文件，而是先唤醒你的 AI 助手。这助手可以帮你写报告、整理数据，甚至直接和其他 AI 助理沟通协调任务。这并非天方夜谭， AI 共同行的时代正在到来。现在 Microsoft Office 等软体已经整合了生成式 AI 共笔功能，许多白领的日常都开始借力 AI 完成琐碎工作。未来2年内，几乎每个知识工作者都会获得一位 AI 共同创作者。从市场分析、客户服务到财务预测、法律助理， AI 将深入各个专业领域，协助人们决策和创造。尤其在软体开发领域，变化来得更为剧烈。程式设计曾被视为高度专业的工作，但 AI 正在改写这一行业的规则。黄仁勋早就预言，未来人人都是程式设计师，因为你只需告诉 AI 你想要什么功能，它就能自动生成相应的程式码。这个预言正快速成真。 GitHub 的 Copilot、OpenAI 的 Codex 等 AI 编码工具，如今已能帮助工程师自动补全程式，找到 bug， 甚至自主编写整段程式码。最新研究显示， AI 编程智能体已经开始主动参与开源社群的开发。在 GitHub 上， AI 不仅自动生成程式码，还能提交修改提案，与人类开发者讨论最佳方案。令人瞠目的是，有开发者借助 AI 在短短3天内提交了相当于自己过去3年工作量的程式码。这意味着软体开发效率将出现爆炸性提升。庞佛每个程序员都配备了100个不知疲倦的实习生，日以继夜地为他工作。试想，在未来的公司里，一个小型初创团队靠着 AI 助手就能完成过去需要一整个软体部门才能完成的工作。创新与创业的门槛大幅降低，好的点子可以很快用 AI 实现为产品。黄仁勋在接受访谈时强调， AI 会降低创新的门槛，让创作者、企业家和开发人员更具影响力。这将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短期内涌现大量新创公司、新应用和新商机。黄仁勋断言，未来5年内，透过 AI 致富的亿万富翁数量将远超过过去20年网际网络浪潮所创造的。也就是说， AI 将比当年的网络革命更快、更剧烈地催生财富与产业变革。2. 人人都是创作者，内容生态与创意产业重塑。 AI 的生成能力不仅影响办公室和程式码，还深刻改写创意产业和内容生态。想象你是设计师，
作家、插画家、影片制作者，过去脑中有再多灵感，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变成成品。然而现在，有了生成式 AI 工具，一句话的描述就能让 AI 替你出草图、写初稿、生成短影片。AI 正在赋予每个普通人专业级的创作能力。黄仁勋形容，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作者。这话并非夸饰 AI 绘图、AI 写作、AI 音乐创作的平台层出不穷，让非专业人士也能创作出令人惊叹的作品。未来2年内，这股趋势将更加明显，内容生产的速度和规模会呈现爆炸式增长。例如，市场行销文案可由 AI 自动生成几十种不同风格供选择，游戏公司能用 AI 批量生成场景和角色造型，电影制片人甚至可以用 AI 模拟出演员的数位分身，创作出过去难以想象的视觉效果。对个人创作者来说， AI 将成为最强力的创意搭档。一位作家可以让 AI 帮忙整理资料、构思剧情，音乐人能用 AI 试验各种曲风的旋律，插画师借助 AI 快速勾勒灵感画面，然后再精修。创作的门槛不断降低，同时好点子更容易孵化成为实际作品。未来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写小说，同时用 AI 将文字改编成剧本，绘制封面插图，再让另一个 AI 配合生成动画预告片，全流程一气呵成。创意产业的生态将被彻底改写，内容产量暴增，形式更加多样，传统的生产分工界限开始模糊。当然，内容井喷也带来品质与辨识的课题。当网络充斥 AI 自动生成的资讯，如何分辨真实与虚构、优质与劣质将成为挑战。但站在黄仁勋的角度，他对此并不悲观。他认为 AI 会淡化创意、思考与执行之间的界限，释放人类更多精力去构思和创新，而重复性的体力活和部分脑力活将交给 AI 代劳。总体而言，他相信 AI 不是夺走人类的工作，反而会创造全新的职业与市场。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内容服务形态可能在未来涌现，例如 AI 驯兽师般的新职业，专门调教各种生成式 AI 为客户定制内容，又或者虚拟形象设计师结合 AI 技术与艺术指导，打造数位偶像和虚拟 IP 等等。只要我们善用 AI 的创造力，就能开发出别人想买单的产品和体验，工作机会也会随之而来。3. 产业效率飞跃。从 AI 客服到智慧工厂，除了个人层面的工作与创作， AI 对整体产业运作的改写也将在2年内加速显现。在服务业，越来越多公司部署 AI 客服、智能助理来解答顾客咨询、处理预订或售后问题。这类 AI 客服早已出现在银行、电信等行业，未来将变得更聪明、更贴近真人对话。你的电话客服那头很可能就是 AI 在耐心倾听并解决问题。 AI 能及时访问资料库，分析客户语气，提供高度个人化的服务体验，甚至比真人还耐心周到。不仅降低人力成本，还能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在制造业，黄仁勋特别提出一个引人遐想的概念， AI 工厂的新产业时代即将到来。过去的工厂生产有形的产品，如今 AI 工厂要生产的是人工智慧本身。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其实指的就是构建大规模的 AI 模型、云端算力中心，批量生产 AI 服务。黄仁勋指出，未来公司内部可能设置2类工厂，一种专注于 AI 研发，另一种仍专注于传统产品制造。这类 AI 工厂需要巨大的算力基础设施，好比现代版的发电厂，源源不绝提供 AI 所需的计算动力。事实上，这个未来正在落地。辉达本身就计划斥资数千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德州等地建设多座 AI 超级资料中心，作为 AI 云工厂来驱动经济发展。同时，他也看好台湾在这方面的机遇，因为台湾擅长制造，具备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非常适合发展 AI 工厂。黄仁勋直接说，即便是人工智慧，也需要被辅生产出来，而台湾在生产制造方面的能力举世闻名。如果未来各国各企业都需要打造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这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兴产业。智慧工厂不仅指数据中心，还包括传统工业现场的 AI 化。未来2年内，工厂中的机器手臂将更聪明，装配线上的视觉检测系统由 AI 驱动，能自动识别次品，
设备维护上导入预测性 AI， 可提前预警故障。生产流程由 AI 实时优化调度，以最高效率运转。黄仁勋认为，每家公司都会被 AI 技术影响，从设计、供应链到制造、营运，全流程都可能因 AI 而升级。AI 不是传统意义的软件开发，而是一种全新的制造业利用算法和数据来创造价值。掌握这种新生产力的企业将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黄仁勋频繁提到物理 AI 概念，也就是让 AI 从纯粹的数位世界进入物理世界，主导实体经济运作。他将 AI 发展分为4个阶段：感知 AI， 让电脑能看会听；生成式 AI， 让电脑能创作内容；代理式 AI， 让 AI 能自主决策执行任务；以及接下来的物理 AI， 让 AI 驱动真实机器执行物理任务。当前，我们正处于代理式 AI 阶段的开端，例如自动驾驶系统、智能推荐算法都属于 AI 自动决策的雏形。而下一波浪潮物理 AI 将重塑现实世界的生产与服务模式。4. 机器人时代曙光 ，AI 走出荧幕，踏入现实。提到物理 AI， 就不能不说机器人。黄仁勋和 OpenAI 执行长山姆·阿特曼都预测，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未来数年内迎来起飞。可能再过短短2-3年，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批真正在现实中执行多样化任务的人形机器人面世。黄仁勋甚至将本10年称为机器人和自驾车的10年，认为经过这几年的技术积累， AI 正在准备进军真实世界的物理领域。想象商场、医院、街道上出现各式各样的服务机器人，它们能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听懂人类指令、完成配送、巡检、简单清洁、端菜等工作。事实上，物流仓库里的移动机器人、餐厅送餐机器人等已经开始普及，但未来2年，它们将变得更加聪明和通用。更令人兴奋的是人形机器人的突破。这种外形和运动方式模仿人类的机器人具备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一旦 AI 技术赋予它们足够的智慧和感知能力，它们可以在人类环境中执行大量如今只能由人完成的工作。黄仁勋预期，人工智慧的最新进展，如更强大的 AI 模型和模拟训练环境，将使机器人更快变聪明，更善于导航现实世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辉达推出的 Isaac 模拟平台能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学习行走搬运。他们还发布了 Cosmos 世界模型这样的平台，试图为机器人打造一个通用的大脑。这些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缩短机器人学习所需的时间，不必靠无止境的真人示范和硬编程规则，而是让机器人 AI 通过模拟和大模型自我习得完成任务的方法。根据预估，2027年前后可能会出现能执行一般现实任务的通用机器人。阿特曼乐观地猜测，届时或许能造出第一批100万台具备一定智能、可自动执行劳动的人形机器人。黄仁勋也描绘了一个最理想的愿景，最终我们将拥有能建造其他机器人的机器人当机器人，自己具备了复制生产的能力，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将迎来质的飞跃。当然，达成那一步还需更长时间，但方向已经明确。可以想见，未来工厂里机械臂和人形机器人并肩工作，自动化程度远超今日。城市里，自驾计程车、无人载货车满街跑，部分蓝领工作由机器人接手，人类劳动力将释放到更高层次的职业中去。这一切可能听起来科幻色彩浓厚，但我们其实已身处开端。就在一些城市，无人计程车已开始试营运接载乘客。日本、韩国的部分医院使用人形机器人当接待和运送药物的助手。美国工厂里也出现人形机器人来回搬运物料的测试项目。未来2年，这些零星的测试将串联成面，我们可能在更多场合与 AI 驱动的机器人相遇。正如黄仁勋所说，下一波浪潮是物理 AI，AI 正在长出手脚，走出荧幕，来到我们身边。5. 人类角色转变，从执行者变为导演，迎接前所未有的合作。当 AI 无处不在，渗透到工作、创作、工厂、生产各个领域，人类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也会发生微妙但深远的转变。我们将越来越从具体任务的执行者
变为 AI 的指导者和监督者。这不是说人类会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人类将负责设定方向，赋予价值观，进行最后把关，而繁琐的体力活和部分脑力活则由 AI 来完成。黄仁勋的观点一向乐观，且强调人机合作。他并不认为 AI 会让人无事可做，相反，他相信 AI 只是工具的进化，人类依然握有方向盘。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汽车。汽车问世后，人类不用再步行长途跋涉了，但我们的活动范围反而扩大，生活效率提高，并没有因为汽车取代双脚而失业。相反，围绕汽车还出现了无数新工作和新产业。而随着汽车技术发展，时速越来越快，表面看更危险，但我们同时研发出安全带、气囊、ABS、防撞系统等，大幅提高了安全性。所以他认为，技术的加速并没有让生活更危险，反而通过不断完善，让一切更安全。人工智慧也是同理，我们不应因为它强大就停滞不前，而是要一边发展，一边完善安全措施。未来人类与 AI 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协作共生。人类提供创意和目标， AI 提供执行和实现。举个例子，未来的医生可能更多扮演医疗指挥官的角色， AI 会读取患者的各项检查数据，给出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选项，由医生结合经验与人文关怀做出最后决策。同样，建筑师利用 AI 快速生成多种设计草案，再由人来选择最佳方案并细节润色。教师让 AI 辅助批改作业，准备教材，自己则花更多精力与学生互动，培养批判思考和创造力。人类将从事更高层次、更需要情感智慧和综合判断的工作， AI 则成为得力助手，处理具体繁琐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与繁荣的同时，人类也要面对新的道德与治理挑战。当 AI 无孔不入，我们该如何确保他们的决策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黄仁勋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密切合作，理解 AI 技术并投入资源，引导它安全发展。他强调，美国与中国作为两大 AI 强国，需要在竞争之余找到合作之道，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且影响全球。我们只有制定良好的规范，加强对 AI 的监管与伦理研究，才能防范潜在风险，例如偏见、隐私泄露，甚至未来更高阶的自主性带来的问题。黄仁勋对 AI 的态度是审慎的乐观，他相信随着技术迭代，人们会不断提高 AI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像汽车越跑越快但事故率下降一样， AI 越来越强大也可以更加安全可控。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场快速前进的革命中，同步建立好安全带和红绿灯，制定游戏规则，确保 AI 真正用于全人类的福祉。谈到这场改写世界的 AI 革命，有一个地方的名字黄仁勋反复提及并报以极大热忱，那就是台湾。值得骄傲的是，在黄仁勋眼中，台湾正站在这场全球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不仅多次公开感谢台湾对辉达的支持，甚至在硅谷出席台湾人聚会时，幽默地自称很棒的台湾大使，以中文高呼台湾加油。他强调，台湾处在 AI 新工业革命的中心，呼吁大家共同守护台湾的关键地位。为什么台湾对这场 AI 革命如此重要？原因有几个层面。首先，台湾是全球晶片制造的重镇，而晶片就是 AI 时代的粮食。没有强大的晶片，就喂不饱那些庞大的 AI 模型。黄仁勋直言，没有台积电，就不会有今天的辉达。回顾历史，在辉达创业早期，黄仁勋为了制造首款显示晶片 Riva 128，遍寻合作伙伴，最终是台积电接下了订单，帮助这家新创公司渡过难关。可以说，台积电当年的鼎力相助，拯救了辉达，也奠定了一段佳话。此后20余年，辉达与台湾的合作愈发紧密，台积电先进制程工厂源源不绝，生产出辉达尖端 GPU。无论是游戏显卡还是 AI 加速卡，背后都有台湾晶圆代工的工艺与汗水。ChatGPT 等 AI 模型之所以能够诞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万颗由台湾晶片工厂制造的 GPU 同时运算。换言之，台湾的晶片是支撑 AI 革命的基石。其次，
台湾本身拥有完整的科技供应链与人才，从晶圆代工、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到硬体零组件制造，台湾企业在全球名列前茅。当天 AI 热潮推动资料中心建设和装置升级，台湾的供应链受惠匪浅，也迅速扩产升级，以满足需求。黄仁勋观察到 AI 浪潮下台湾产业蓬勃发展，企业营收节节高升，大家都做得非常出色。他特别提到台湾有丰富的制造经验，而 AI 硬体的构建，未来 AI 机器人的量产都离不开强大的制造能力，这正是台湾的大好机会。我们完全有条件在 AI 装备生产端扮演领先角色，成为全球 AI 创新的研发重镇和技术枢纽。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台湾的地位也受到国际局势和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先进 AI 晶片出口实施限制，一方面保障自身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让包括欧洲、亚太各国意识到发展自主 AI 生态的重要性。黄仁勋这2年奔走各地，极力推广主权 AI 的理念，就是鼓励每个地区建立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与生态系统，不要完全依赖别人。对台湾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一方面处在中美科技博弈的风口浪尖，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自身实力和黄仁勋这样的盟友，被赋予了引领新工业革命的重任。正如他说，辉达和台湾一起成长，希望未来继续携手共进。他甚至邀请全球朋友共同保护台湾的重要地位。这番话背后是对台湾价值的高度肯定，更是期许台湾在 AI 时代持续发光发热。事实上，黄仁勋在公开场合从不吝啬对台湾的赞美与支持，他每次造访台湾都引发轰动。今年更是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辉达将在台北设立亚洲最大的研发总部。他多次感性表示，台湾拯救了辉达，没有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所以当他说 AI 革命的根源始于台湾，台湾正站在颠覆时代的中心舞台，我们听来格外振奋。对台湾而言，这场革命不是威胁，而是让我们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改变世界的契机。仅仅2年的时间，人类文明运转的逻辑就将经历一场全面重置。如果不是黄仁勋这样的人物说出口，谁会相信呢？然而回顾过去2年，我们何尝不已身处巨变。从2022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到如今生成式 AI 融入千家万户，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而这可能还只是开始。黄仁勋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被要求用一个词形容 AI 的未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Unbelievable， 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就断言2年后世界将怎样，未免太难以置信。但正如他所言， AI 的未来注定超乎想象。计算加速和智能涌现，这2股巨浪正在融合袭来，人类正站在前所未有的风口。这场革命的速度和广度都将远胜以往的工业革命、资讯革命。我们正在亲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当然，不是每个预言都保证100%成真，未来还有许多不确定性。然而黄仁勋的这番预言至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点亮了灯塔。变革正在加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可以选择怀疑畏缩，也可以选择拥抱趋势，积极求变。未来2年也许就将决定下一代人类社会的走向。试问70多年前的人们能否想象2年内原子弹横空出世，战争格局逆转？试问30年前的人们能否预料短短几年网际网络渗透生活，天涯若比邻？科技变革的临界点一旦到来，巨变常在弹指之间。现在我们正处在 AI 革命的临界点，或许2年后回首今日，我们会发现黄仁勋所言并非夸张，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世界真的已被 AI 深刻地改写了。最后，不妨以人类与 AI 携手前进的愿景作结。黄仁勋相信，只要我们秉持善念，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 AI 这位新伙伴将带领我们开创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可能性。这场革命不是人类的终结，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我们即将迎来的未来，也许正如他所形容的那样 Unbelievable， 令人难以置信，但也充满希望与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这场属于全人类的伟大变革。
想象一下，仅仅2年的时间，整个世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被彻底改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然而，这正是一位业界传奇人物最近做出的大胆预言，他就是被誉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黄仁勋说，只需2年，人类世界就会面目全非，而且他特别指出，台湾正处于这场变革的中心。这句话既令人震撼，又引发了无数疑问。难道未来2年内，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如此剧烈的改变吗？台湾为何会成为这股全球浪潮的核心？这并非耸人听闻。回顾黄仁勋过去的种种预测，你会发现他往往语出惊人，且一语成谶，多次精准地描绘出未来科技的图景。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仁勋的 AI 预言世界，看看这位预言帝到底说过哪些惊人之语，又有多少已经成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台湾如何默默为这些预言插上翅膀。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场精彩的探索吧。故事要从上个世纪说起。黄仁勋出生于台湾南部一个平凡的家庭，年少时他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异乡努力求学。据说中学时期，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到肯塔基州的一所寄宿学校，就靠在学校里打乒乓球打发时间。后来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的名校，并在电子工程领域深造。毕业后的90年代中期，电脑图形领域方兴未艾，年轻的黄仁勋嗅到了机会，在1993年创办了英伟达公司，专注于图形处理器的，也就是打造电脑的显卡。当时没有人能料到，这家靠绘图芯片起家的公司，日后竟会与人工智能的革命紧密相连。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 GPU 主要用于加速游戏画面的绘制，让大家在电脑上玩游戏时有更流畅逼真的视觉体验。黄仁勋和他的团队也因此在电玩产业闯出一片天。然而，黄仁勋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游戏上，他隐约感觉到 GPU 强大的平行计算能力或许能在游戏之外大有作为。果不其然，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使用 GPU 来处理游戏以外的计算任务，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一个划时代的 AI 算法深度学习闪亮登场。那一年，一个名为 AlexNet 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图像识别比赛中一举夺冠，而它背后所依靠的运算力正是来自于多张英伟达的 GPU。 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科技界，因为它证明了 GPU 不仅能让游戏画面酷炫，还能大幅提升 AI 的学习能力。黄仁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暗流，他意识到人工智能或许正站在一个爆发式成长的起点，而 GPU 将会是点燃这场革命的火花。于是，在许多人还将 AI 视作科幻场景时，黄仁勋已经带领英伟达开始大举投入 AI 相关的研发。他常常在各种演讲场合谈到 GPU 在深度学习中的潜力，甚至有点语出惊人。有人可能觉得他是在疯狂押注，但几年后的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一场具有远见的豪赌。如今10多年过去了，人工智能早已从实验室研究变成改变世界的技术趋势，而英伟达则成为这波 AI 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黄仁勋也因此从游戏显卡大王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尊敬的 AI 教父。他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瞩目，他总是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皮衣，手握全新的芯片，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科技的兴奋和自信。他甚至在一次线上发布会上，幽默地在自家厨房的烤箱里烘焙出一块最新的 GPU 芯片，打开烤箱门端出来展示给观众看，就像魔术师变出新玩意儿一般，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的桥段不仅展现出他的创新戏剧性，也透露出他对科技的热情与自信。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风趣又前瞻的 AI 领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看看黄仁勋到底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说过哪些惊人之语。毕竟，要评估一个预言家的成色，就得检验他的预言是否灵验，不是吗？翻开黄仁勋过去几年的公开演讲和访谈记录，可以发现他提出了许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AI 发展预测。我们不妨挑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来说说。第一个预测就是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
已经到了。2023年初，黄仁勋在英伟达的 GTC 技术大会上形容当前正处于人工智能的 iPhone 时刻，什么意思呢？回想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 iPhone， 引爆了智能手机革命，从此手机不再只是电话，而变成随身迷你电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黄仁勋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当前的 AI 发展节点，意指人工智能正迎来一个关键的时刻，将从少数领域的试验品变成普及全球的革命性技术。当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爆红， AI 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无论是写文章、作画还是写程序，人工智能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23年开始，生成式 AI， 也就是能够创造内容的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各种 AI 应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你或许也亲身体验过，用 AI 绘图工具把脑中的想象变成图画，或是让聊天机器人帮你起草一封邮件。 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变成人人都能体验的实用工具。黄仁勋的这个判断可谓一语中的精准地抓住了大势所趋，真让人佩服。第二个预测是未来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 AI 老师。在 AI 蓬勃发展的同时，黄仁勋也对教育领域的未来做了一个有趣的想象。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将拥有一位属于自己的 AI 导师或 AI 助手，来协助我们学习和工作。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学生上课不再只有真人老师可问问题，因为随时有 AI 私人家教待命解惑。上班族遇到不懂的业务， AI 助理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帮你找到答案，甚至一步步教会你新技能。其实这个预测并非空穴来风，想想看，目前那些强大的语言模型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给出建议和方案。他们或许还无法完全取代真人老师，但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已经相当厉害了。黄仁勋特别提到了一些他看好的 AI 工具，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以及其他新创公司推出的个人 AI 助理。他鼓励大家善用这些口袋里的 AI 导师，因为在未来的竞争中，懂得借助 AI 力量的人将会大幅领先其他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黄仁勋的这项预言正逐步变为现实。很多学生已经开始使用 AI 辅助写作、翻译或者解数学题，职场人士也利用 AI 来整理数据、起草报告。一些软件公司甚至推出了专门的 AI 学习伙伴应用，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内容。不过，要真正达到每人一位 AI 老师的程度， AI 还需要变得更聪明，更了解每个用户的特质，同时成本也要足够亲民。但以目前 AI 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许再过几年，这种场景就不再只是幻想。第三个预测是5年内 AI 能够通过人类考试，通用人工智能近在咫尺。仁勋在2024年初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论坛上被问到人类什么时候能造出一台会像人一样思考的电脑，这其实就是在问人工通用智能何时会到来。对此，黄仁勋给出了大胆的时间表。他认为，如果我们把人类能想到的每一种考试都列出清单，让 AI 去参加，他相信不用5年 AI 就能把每个考试都考得很出色。换句话说，到2028年前后，人工智能有望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高难度考核，包括律师资格考试、医师执照考试等等。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 AI 模型能通过美国的律师考试，只是在某些更专业或需要常识理解的测验还不够完美。所以黄仁勋认为，再给 AI 5年时间，这些难题将一一被克服。当然，他也补充说，所谓像人类一样思考，定义很重要。如果我们要求 AI 不仅考试拿高分，还要真的具有像人类那样的自主意识和情感，那么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可能还比较遥远。毕竟连科学家们都尚未搞清楚人类意识究竟如何产生呢。不过从实用角度看，在有限范围内让 AI 达到人类水准几乎是大势所趋。对于这个5年内 AI 智力达标的预测，业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专家觉得5年太乐观， AI 要在所有考试中胜出仍面临不少挑战。也有人认为也许用不了5年
AI 更早就能在大多数测试中超越人类平均水平。无论如何，黄仁勋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框架，显示出他对 AI 进步速度的信心。5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能验证老黄这回的预言是否灵验。第4个预测是，下一波 AI 浪潮将让 AI 走进现实世界。如果说前几个预测更多聚焦在 AI 软件和智力上的进展，那黄仁勋对未来 AI 的另一个重大判断则关乎 AI 的形态本身。他提出 AI 的下一个前沿是所谓的具身 AI， 也就是让人工智能从屏幕和云端中走出来，融入现实生活的场景和装置中，特别是赋予 AI 一个能够行动的身体。黄仁勋形象地说过，从汽车、卡车到工厂里的机械手臂，仓库里的搬运机器人，未来凡是会移动的东西都将变成机器人，由 AI 来赋能。这听起来仿佛科幻电影变形金刚的世界，满街跑的车都是自动驾驶，工厂里没有工人，只有智能机器人，甚至我们家里的扫地机、送货员都变成了 AI 自动化装置。黄仁勋认为，这一波将 AI 与机器装置结合的物理 AI 革命，孕育着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巨大机会，将深刻改变未来的产业版图。他特别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可能会是第一个达到数万亿美元规模的机器人产业。想想看，全球道路上有超过10亿辆汽车，每年行驶里程总和超过1万亿英里。如果未来其中许多车辆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将孕生多么庞大的经济价值。除了汽车，制造业和物流业也是重头戏。工厂生产线上 AI 驱动的机械手臂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的精准工作。大型仓库中，自主移动的机器人可以高效率的分类搬运商品，快速完成传统上耗费大量人力的仓储作业。甚至在医疗领域， AI 结合机器人技术可以打造手术机器人、看护机器人，协助医生完成高难度的手术或替代护士执行基础护理任务。可以说，让 AI 动起来将引发我们周遭各种装置的大变革。黄仁勋这个具身 AI 的远景也得到了业界其他大佬的呼应。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就曾表示，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将远超汽车，足见他对机器人浪潮的重视。连开发出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私下也投资了专注智慧机器人研发的新创企业。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黄仁勋预测的方向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AI 走进物理世界仍面临许多挑战，比起在电脑里下棋、写文章，让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自主行动要困难得多。现实世界充满各种不可预期的情况，机器人需要感知环境，及时反应，还得保障安全，不伤及人类或自身，这些都需要更先进的技术突破。但至少从趋势上，黄仁勋压住具身 AI 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确实可能是 AI 下一个爆发点所在。第5个预测是 AI 创作游戏不再是梦。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玩电动游戏时，常常幻想游戏里的世界要是能随我们的想象变化就好了。如今这个天真的想法也许正在变为现实。黄仁勋曾预言，大概在5到10年内，我们将能看到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游戏。也就是说，将来有那么一天，游戏中的场景、美术、角色对话，甚至游戏规则，都可能由 AI 即时创造，而不需要美工和程序设计师去一点点设计每个细节。这个想法听上去非常大胆，但其实已经有了一些苗头。2024年，谷歌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神经网络模型支撑的游戏引擎，能够即时生成90年代风格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内容。他们用 AI 模型成功拼出了经典射击游戏《毁灭战士》的一个简单关卡。虽然 AI 生成的游戏画面目前还比较粗糙，但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未来 AI 生成游戏的前景。正如黄仁勋所说，也许再过5到10年，我们就能看到完全由 AI 生成的游戏。如果这个预测成真，游戏产业将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试想，未来的游戏可能不再只有固定的剧本关卡，你每次进入游戏， AI 导演会根据你的喜好即兴编剧，每个玩家体验到的世界都独一无二。
游戏开发者的角色也会转变，从亲力亲为制作内容变成训练 AI 如何创作内容。到那时，一个小型团队甚至单枪匹马就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创造出庞大而复杂的游戏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当然，眼下 AI 距离完全掌控游戏创作还有一段距离。目前最强的 AI 在文字和图像上已经很厉害，但要让他们理解游戏规则和互动性这种更复杂的结构，还需要时间。或许5年有点赶，但10年左右看到 AI 深度参与制作的游戏问世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些乐观的从业者认为，随着 AI 模型的不断进化，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玩到第一款主要由 AI 生成内容的热门游戏。到那时，黄仁勋 AI 造游戏的预言将被历史验证，而玩家们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回顾以上这些黄仁勋的预测，几乎涵盖了人工智能可能影响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有 AI 导师辅助学习，工作模式上有智能机器通过考试取得资格，产业革新上有自动驾驶汽车和各类机器人，娱乐创作领域有 AI 自动生成游戏，这些都在他的预言范围之内。有些预测已经在兑现的路上，有些则是充满远见的蓝图。整体而言，可以说黄仁勋的料事能力相当惊人。他成功预见了深度学习的浪潮，也抓住了生成式 AI 爆发的契机。对未来，他的每一次预测未必100%精准，但至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图景，让人对 AI 的前景既感兴奋又充满想象。如今，每当黄仁勋发表演讲，整个科技界都竖起耳朵，因为他的预测往往蕴含着下一步的趋势密码。聊完了过去的预测，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勋近期对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一些最新看法。作为业界领袖，他不仅预测趋势，也经常对当下 AI 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未来机遇发表见解。首先，一个关键主题是计算资源。随着 AI 模型越来越强大，训练和运行这些模型所需要的计算力也呈指数级增长。有些人担心未来要实现更强的 AI 成本会不会高得难以承受，毕竟训练一个像 ChatGPT 这样的大模型往往要用成千上万颗高阶 GPU， 既耗电又烧钱。对此，黄仁勋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指出，计算机硬件技术在不断进步，效率也会越来越高，未来 AI 的开发成本将大幅下降，不至于像某些传言说的需要天文数字的投入。前阵子有消息称 OpenAI 打算募资好几万亿美元来自研芯片对抗英伟达。黄仁勋听了反而笑着说，几万亿美元那可以把全世界的 GPU 都买下来了。他的意思是，随着芯片架构持续创新，计算速度在提升，未来完成同样的 AI 运算任务所需的硬件只会越来越少。本来看似不可能的计算需求，可能在技术进步下迎刃而解。就像手机芯片这几年越做越省电，性能却更强一样， AI 加速芯片也会朝着更高效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不必过于担心算力的瓶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摩尔定律的余威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会为 AI 提供源源不绝的燃料。其次，黄仁勋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将会无所不在地渗透到各行各业。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应用场景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无论医疗、金融、制造、农业，还是创意设计、客户服务，几乎每一个行业都能找到 AI 的用武之地。黄仁勋举例说，在医疗领域，有了强大的 AI， 医生的听诊器可能会变成 AI 驱动的，它可以及时分析病人的各项指标，辅助医生做诊断。在金融领域， AI 能够以极高的准确率侦测欺诈交易，保障金融安全。在交通运输领域， AI 不仅体现在自动驾驶汽车上，还可以优化整个城市的交通流量，减少塞车和污染。这些观点听起来相当有道理，因为 AI 的本质是一种通用技术工具，就像当年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应用范围非常广。现在已经有许多传统行业开始和 AI 结合，农民用 AI 侦测植物病虫害，优化播种时机；工厂用 AI 做质量检测，提升良品率；法务人员用 AI 快速检索海量案例资料；导演用 AI 辅助影片剪辑，
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人在探索 AI 带来的助力。黄仁勋作为芯片供应商的领袖，当然乐于看到处处皆有 AI 的局面，因为那意味着对算力的需求会爆炸式增长，英伟达的市场也会水涨船高。但撇开商业考量，从技术演进来看， AI 确实有望像水和电一样，成为无所不在的底层能力。我们也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生活将因它而变得更加便利、高效。另外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话题是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对此，黄仁勋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多次表示 AI 不是人类的对手或替代者，而是一种强大的辅助工具。他简单解释说，人类有创造力，有同理心，会复杂决策，而 AI 擅长高速处理大量资讯，执行重复任务，两者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在黄仁勋看来，未来的工作形态将是人类与 AI 的组合，共同提升效率和创造力。比如，建筑师可以用 AI 快速生成各种设计草图，再由人来挑选修改。程序设计师让 AI 自动写出基本代码，自己再重构调优。医生利用 AI 助手分析 X 光片或检验数据，自己专注于与病人的交流和最终诊断决策。这些都是 AI 帮人类打下手的场景，而不是 AI 抢了谁的饭碗。当然，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可能会因自动化而缩减，但历史一再证明，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同时会催生新的职业和需求。黄仁勋建议年轻人应该积极学习掌握 AI 工具，将其视为自己的超能力，而不是抗拒排斥，因为在未来职场上，善用 AI 的人将更有竞争优势。这样的观点是否合理呢？至少目前看来， AI 确实在许多领域扮演辅助角色，提升人类的工作效率。比如客服行业，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先回答常见问题，疑难再交由人工处理，效率提高许多。医生有了 AI 系统，先做初步分析，可以节省时间，更快给出诊断。甚至律师也开始用 AI 起草法律文件的初稿。在 AI 还没有真正达到媲美人脑的通用智能之前，人类在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上依然无可替代。所以黄仁勋强调人机协作而非替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对某些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做好心理准备。毕竟当年自动化浪潮确实让部分流水线工作消失，未来 AI 也可能让一些白领职位缩减，这是科技进步中必然要面对的社会课题。所幸每次技术革命也会带来新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适应变化，提升自身技能。当然，黄仁勋在描绘 AI 美好前景的同时，也清楚 AI 发展并非没有挑战。他提到 AI 越强大，我们就越需要谨慎使用。比如现在令人担忧的 AI 假影片 Deepfake 技术，就可能被不肖之徒用来制造假信息，这就需要技术和法律双管齐下来应对。还有资料隐私、AI 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等等，都是 AI 进一步普及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提供 AI 运算基础的公司掌舵人，黄仁勋支持业界和政府制定合理的规范，确保 AI 造福人类，而非带来负面影响。总的来说，黄仁勋对 AI 的未来是充满信心且乐观的。在他的展望中，未来1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人工智能深入融入社会各个角落，提升效率，拓展可能性。同时，人类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适应，与 AI 相互协作，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成果。他描绘的这幅图景令人振奋，但要真正实现它，需要技术上的攻关，也需要社会在伦理和制度上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或许无法确认每一项预测都准时应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站在一场巨大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一点，黄仁勋可谓看得非常透彻。说了这么多 AI 的未来趋势和预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场 AI 革命背后，是谁在提供源源不绝的弹药和支持？人工智能的辉煌离不开许多要素的配合，其中有一个地方的作用至关重要，那就是台湾。是的，或许很多人提到 AI， 想到的是硅谷那些软件天才，或者各种酷炫的应用场景，但别忘了， AI 再强大，也需要硬件来承载，需要芯片来计算。而在最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方面，台湾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黄仁勋自己就多次强调，
台湾是英伟达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集中地。他甚至说过，英伟达的一切成就都从这里开始。这句话并非恭维，因为包括英伟达在内， AI 公司最仰赖的高阶芯片都是在台湾生产的。举个例子，如今 AI 界炙手可热的英伟达 A100、H100 GPU 加速卡被誉为 AI 时代的算力之王，这些功能强大的芯片正是由台湾的台积电公司代工制造。台积电是全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代工厂，能够生产出最先进的芯片，在那些芯片上密密麻麻上百亿个晶体管构成了 AI 计算的大脑。没有台积电的制程技术，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 AI 芯片诞生。换言之，台湾提供了 AI 革命所需的硬件引擎。不仅英伟达，像苹果、AMD、高通，甚至特斯拉自研的 AI 芯片，也几乎都是出自台积电的产线。可以这么说，台湾用方寸晶圆撑起了全球 AI 的天空。除了台积电，台湾的电子产业链也功不可没。打造 AI 服务器需要各种零组件，从电路板、记忆体、网络设备到服务器机壳的组装，台湾厂商都有深厚实力。许多国际云端服务业者采购的 AI 服务器，就是由台湾代工厂组装完成的。难怪有媒体形容，硅谷的创新离不开台湾的支援。台湾是名副其实的细岛。除了硬件制造，台湾在 AI 人才和技术方面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首先，黄仁勋本人就是从台湾走出去的顶尖科技人才之一。他的成功故事激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投身科技研发。台湾的高等教育在工程、资讯领域一向表现出色，每年培养出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近年来，随着 AI 热潮兴起，台湾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积极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学院、研究中心，开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培养本土的 AI 专才。在产业界，台湾的科技公司同样在拥抱 AI， 许多半导体公司引入 AI 优化生产流程，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制造过程数据，预测并降低瑕疵率。制造业者则用 AI 进行设备的预测性维护，防止机台故障停工。甚至传统的农业和服务业，台湾也有人尝试结合 AI 提升效率，比如智慧农业利用感测器和 AI 分析土壤天气资料，帮助农民做决策。零售业运用 AI 进行需求预测和智能调货。这些创新或许不像硅谷的新发明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实实在在地为台湾各行各业注入了新活力。此外，台湾的政府和民间都非常重视把握 AI 浪潮，政府成立了人工智慧学校等培训专案，帮助在职人员进修 AI 技能，并出科研补助，鼓励本土团队开发 AI 应用。民间则有各种 AI 协会、黑客松比赛和论坛，让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交流切磋。台北、台中等城市宣示要朝智慧城市迈进，引入 AI 优化交通、环境监测和公共安全管理。所有这些努力都在默默积累台湾在 AI 时代的能量。有趣的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角色有点像幕后英雄。它可能不是第一线推出爆款 AI 应用的地方，但它提供了关键的硬件和环境支持，就像舞台后方的灯光师、音响师，确保整场演出精彩上演。当黄仁勋这些科技领袖在聚光灯下畅谈 AI 如何改变世界时，别忘了他脚下的基石背后有无数台湾工程师的努力。比如2024年中，黄仁勋重返台湾，在台大体育馆发表演讲时，他特地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个会说中文的虚拟黄仁勋来旁白介绍英伟达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用 AI 打造的地球气候数位孪生系统，可以更准确预测台湾的台风登陆和天气变化，协助防灾减灾。台下数千名观众为之惊叹。而黄仁勋在演讲中也反复感谢台湾的合作伙伴们，称赞这片土地孕育了英伟达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一幕其实就象征着台湾与 AI 革命的紧密连结。一方面，台湾有了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气候灾害，保护人民；另一方面， AI 技术因为有台湾的硬件支持而更加强大并落地应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从黄仁勋过去的预测到他现在的展望，从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到台湾在其中的默默耕耘，我们一路看来，人工智能这场变革的图景已徐徐展开。
黄仁勋作为 AI 时代的见证者和引领者，他的故事和观点带给我们许多启发。他的大胆预言告诉我们，想象力有多远，科技就能走多远。而他的身体力行也证明，抓住机遇，勇于投入，才能真正把愿景化为现实。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也许5年后 AI 还没有达到人人都有私人导师的地步，或者完全由 AI 制作的游戏还没上市，又或者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比想象中慢一些。但不要灰心，因为科技进步往往不是线性前进，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加速。重要的是，黄仁勋所指引的那些方向，更聪明的 AI， 更广泛的应用，更紧密的人机合作，都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已经见证太多过去认为不可思议的 AI 能力成真，因此对于他描绘的未来，不妨多一份期待和信心。在奔向 AI 未来的道路上，台湾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无论是供应先进芯片、培养优秀人才，还是提供测试应用的场域，台湾都在以自身的优势为全球 AI 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台湾也将从这一波浪潮中受益，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新的动能。试想未来有更多像黄仁勋一样的台湾之子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引领下一代科技创新，那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画面。最后，不妨以黄仁勋常提到的一种精神作结，他总是提醒我们要保持饥渴，勇于梦想。对科技保持饥渴，才能不断追求突破；勇于做梦，才能勾勒出未来的蓝图。人工智能的浪潮才正要开始，它将把人类带往何方，正等着我们共同去书写。或许再过若干年，回头看今天黄仁勋的预测和台湾的努力，我们会欣慰地发现，原来我们真的走到了当初所梦想的未来。而那时，可能又会有新的预言家为我们指引下一段航程，说不定下一个改变世界的 AI 创新，就将由你我共同见证，甚至参与。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一个更加智能、有趣、美好的新世界吧。提到史蒂芬·霍金，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黑洞宇宙大爆炸理论，那张坐在轮椅上用机械音讲话的传奇形象。然而，霍金在晚年除了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光发热之外，还留下了一系列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据传，他在生命尽头时说出的警告可把整个科学界都吓坏了，甚至一度让人们对宇宙的探索按下了暂停键。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霍金的预言都有理有据，而且如今竟然一个接一个，仿佛在逐步上演。是什么样的预言能有如此威力，让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冷汗直流？这些预言如今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本文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回顾霍金晚年发出的几个主要警告，包括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导致人类灭亡，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潜在威胁，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以及科技高速发展下可能出现的灾难。我们将轻松而深入地探讨每个预言背后的科学依据和现实苗头。准备好了吗？霍金的这些恐怖预言也许不像电影桥段那样爽快刺激，但却足以引人深思，甚至决定人类的未来走向。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拆解霍金那些骇人又发人省思的预言，看看如今的世界发展是否真如他所说，在一步步验证他的担忧。当今社会里，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从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能打败围棋冠军的算法，再到各类自动驾驶汽车和推荐系统， AI 正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过，霍金晚年却多次敲响警钟，如果 AI 发展失控，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这听起来像终结者电影里天王反叛人类的剧情，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霍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首先，我们需要明白霍金所说的 AI 失控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一旦发展出超过人类的智力，并且不受我们的控制，它可能就不会再把人类放在眼里。霍金直言，人类一旦开发出完全体的人工智能，也就是具备自主意识和持续自我进化能力的 AI， 结局可能是将人类彻底取代。他曾用一句话形容这个风险：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在他看来，智能机器一旦拥有了自我改进的能力，就像放出了瓶中的魔鬼，
精灵已出屏，再想关注它可就难了。那 AI 为什么会威胁人类呢？试想一下，如果一种智慧远远超过我们，它思考和决定事情的速度是我们的成千上万倍，而且没有情感，不需要休息，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犯糊涂。刚开始，它也许只是听命于人类的工具，但一旦有一天它拥有了自主学习和决策的能力，甚至能自己编写更聪明的 AI， 这种智慧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到那时，人类在他眼里可能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更糟的是，如果人类的行为阻碍了 AI 达成某个目标，它很可能会把我们视作绊脚石。没有道德束缚的超级智能，要清除我们，也许就跟踩死一堆蚂蚁一样简单。听起来毛骨悚然吧？其实霍金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 AI 失控的人，科技界的不少大人物也发出过类似警告，比如埃隆·马斯克也把失控的 AI 称为人类文明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霍金和许多科学家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对 AI 的研发进行安全方面的重视。他们并不是在反对 AI 的发展，而是希望给 AI 添加安全栏和红线，确保这种强大的工具始终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反过来统治人类。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实世界 AI 的发展，是不是有朝着霍金担心的方向预演呢？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确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电脑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看懂图片、视频里的内容， AI 写的文章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来。连复杂的医学诊断都开始依赖 AI 协助完成。有人打趣说，现在连下棋和打游戏人类都下不过机器，我们是否已经在某些领域被取代了？虽然这些 AI 目前还远称不上有自主意识，但霍金担心的苗头已经出现， AI 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多领域开始超过人类，这正是他所说的加速自我进化的前奏。当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还谈不上要毁灭人类，我们日常接触的 AI 大多比较笨，只能做好特定的事情，比如扫地机器人只会扫地，不会思考别的，更不会突然决定来攻击你。但霍金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也许再过几十年， AI 的智力达到甚至超越人脑，只是时间问题。一旦那一步到来，我们能否确保它仍然友好听话？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让一个超级 AI 管理全球气候，它发现最简单降低温度的方法是减少地表的生物代谢活动，换言之就是消灭人类和动物，那就糟糕了。听起来荒唐，可这正是霍金担心的核心。AI 缺乏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如果目标设定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有趣的是，霍金本人也依赖科技生存，他的轮椅和语音合成功能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他并不是憎恨 AI， 而是害怕失控的 AI， 就像给汽车装上刹车和安全带一样。他呼吁在 AI 飞速前进的列车上也安装可靠的刹车系统和伦理指南。我们很多人或许对着手机里的语音助手说过玩笑话，比如嘿 Siri， 你会不会接管世界呀？他也许回答，我只忠于您。我们一笑而过，但霍金可能一点也笑不出来，他真的在严肃地考虑未来某一天，某个 Siri 的后代不再忠于人类的可怕局面。现在看，各国也开始重视 AI 权研究，讨论制定 AI 伦理准则，这某种程度上算是印证了霍金的预言。人们开始害怕 AI 失控的可能性，并尝试未雨绸缪。总结来说，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恐怖预言在于，如果我们一味追求 AI 的聪明强大，而忽视了控制与引导，最终造出的怪物可能毁掉它的主人。目前 AI 的发展就像在照着它的剧本走第一幕，越来越强大，逐渐渗透所有领域。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第二幕、第三幕改变剧情走向，不让终局演变成人类的覆灭？这正是霍金苦口婆心想提醒我们的。仰望星空，我们难免会好奇，宇宙那么大，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吗？霍金晚年时越来越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他说过，随着他年岁增长，他反而更加确信我们并不孤单。的确，以宇宙上千亿星系的规模，认为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行星，未免过于自大。然而，霍金对宇宙邻居的看法却相当复杂。一方面积极参与寻找外星生命的项目，
另一方面却严厉警告人类不要主动暴露自己。他预言，外星文明如果发现人类，结果可能对我们是灾难性的。霍金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来形容人类遇见强大外星文明的风险。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新大陆的土著文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类比中，我们人类就好比美洲的土著，而高级外星人则如同武装到牙齿的欧洲殖民者。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情形很可能就像殖民者碰上落后文明，那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下场。简单讲，别指望外星人来了会和平友好。霍金甚至更加直白地说，如果外星生命远比我们先进，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把人类当回事，看待我们的眼光可能就跟我们看待细菌差不多。听听这比喻相当不客气，却发人深省。想想看，当我们擦桌子消毒时，会怜悯细菌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同理，一个强大的星际文明若看上地球这颗行星的资源，很可能不会顾惜我们这些土著。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悲剧？霍金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安静，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不要像无知的小孩在黑暗的森林里又唱又跳，吸引未知猛兽的注意。具体来说，他反对人类主动向宇宙发送信号，广播我们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主动媒体，主动寻找地外智能生命。他不是不关心外星人，相反，他本人参与了突破聆听计划，投入资源去监听宇宙间可能的外星讯号，但他主张只偷听，不要大声喊话。这就像在森林里悄悄观察周围动静，而不要喊我在这儿，谨慎总比后悔好。霍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科学界也有类似的讨论。有些科学家认为，如果宇宙中有好战或贪婪的文明，那么任何暴露我们存在的信号都可能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毕竟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技术更先进的一方往往并没有善待落后的一方，大到文明征服，小到强者欺凌弱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外星人一定是慈悲的圣人呢？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所有外星文明都是侵略者吗？也未必。一些科学家持乐观态度，认为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或许已经克服了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成熟和平。但霍金显然不想赌这个运气，他的态度是宁可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未知的外星来客，与其等狼真的来了再后悔，倒不如先假设狼就在附近徘徊。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好奇，我们不是早就发送过一些信号和飞船吗？没错，人类确实主动往太空发出过招呼。1970年代 NASA 的旅行者号探测器携带金唱片，上面刻着地球的位置和人类的信息，被送往星际空间。阿雷西博天文台也曾在1974年用强力无线电波向球状星团发送过编码信息。这些尝试在当时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和善意，希望如果有外智慧能接收到，我们表明友好。然而从霍金的角度看，这些行为就像黑夜里点亮了一支火把，万一有虫子被火光吸引过来，我们可是自找的。所幸宇宙浩瀚如海，这些早期信号如同石沉大海，目前并无回音。霍金晚年的警告则是在这些尝试之后发出的，可以说是及时给人类泼了一盆冷水。在霍金反复提醒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件，让人重新审视他的担忧。比如近些年我们接收到一些奇怪的宇宙信号，所谓快速射电暴，短暂而强烈的宇宙电波闪光，来源不明。再比如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天文现象，如星际天体奥陌陌的闯入，它是人类观测到的第一个星际访客。小小的雪茄型天体高速掠过太阳系，有科学家半开玩笑地猜测它可能是某种探测器。虽然主流认为这是自然天体，但这些事件让大众开始讨论起外星文明的可能性。而在地球上，各国公布的一些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视频也引发热议，甚至美国五角大楼都承认有些现象无法解释。一下子，外星人会不会真的来，成了热门话题。此时再回想霍金那句不要回应陌生的太空信号，是不是让人有点脊背发凉？仿佛他早料到我们终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动静。霍金的预言
给科学界也带来过短暂的影响。有段时间，在 CTI 搜寻地外文明领域，关于要不要主动发信号的讨论变得更加谨慎。很多科学家引用霍金的观点，主张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前，不要贸然呼叫外星人。这种谨慎氛围可以说让主动外星通讯的尝试陷入停滞。当然，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并没有全面停滞，我们依然发射探测器，登陆火星，计划更远的星际之旅。但在如何面对可能的外星文明这个问题上，霍金的警告无疑让大家放慢了脚步，三思而后行。假如哪天我们真的监听到明确的外星讯号，你觉得人类会怎么做？会不会有人立刻兴奋地回消息，你好，我们是地球人，霍金在天有灵，估计会冲出来喊住手。他的态度基本是装死都比乱回应强。虽然这样的谨慎有点扫兴，但不得不说，保守一点也许能多给人类留点自保的机会。万一外星人真不怀好意，贸然暴露相当于自投罗网。归根结底，霍金关于外星文明的恐怖预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宇宙很大很美妙，但也可能很危险。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探索太空，寻找邻居，但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在没弄清对方是善是恶之前，不要急着掏心掏肺地透露自己的家底。毕竟，在宇宙这个大赌场里，人类只是新手玩家，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局可不少。霍金希望我们睁大眼睛，小心行事，而不是像无畏无知的孩子一样闯进未知的领地。相比起人工智能和外星人这类看似离我们很远的课题，气候变迁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危机。霍金多次强调，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这是他晚年最严肃的警告之一。他甚至预测，如果继续任由气候恶化，地球未来可能像另一个金星，也就是一个高温炙烤、硫酸雨横飞的地狱星球。听起来夸张吗？让我们来解读一下。霍金所说的气候变迁主要是指全球变暖。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阳光照进来产生的热量被这层被子锁住，散不出去，结果地球就一天天发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别小看哪怕1°C的升高，它足以融化极地的大量冰川，让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也足以改变大气和洋流模式，导致极端天气频发。你可能已经感觉到夏天越来越热，热浪次数增多，极端暴雨、飓风、干旱这些极端天气新闻也越来越常见。这些都不是错觉，而是真真切切的气候在发生变化。霍金对这些趋势非常担忧，他曾严厉地指出，我们正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坎，全球变暖将失控，进入不可逆的恶性循环。他用金星来做警示，金星原本可能跟地球有些相似，但由于失控的温室效应，金星的大气压和温度高得恐怖，地表温度高达250°C，天空下着硫酸雨。霍金警告，如果人类继续我行我素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不顾气候变化，那么地球有朝一日可能会追随金星的脚步，变成一个炽热的姐妹星球。到那时，海洋将被煮沸蒸发，陆地变成干燥的荒原，人类当然无法存活。也许有人会觉得地球离太阳更远，不至于那么夸张吧。的确，多数科学家认为地球即使变暖，也不太可能达到金星那种极端程度。但霍金用这种极端案例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哪怕达不到硫酸雨满天飞那么惨，地球变暖失控也足以让人类文明崩溃。试想，如果平均气温升高4到6°C，南北极冰盖大部分融化，海平面会上升几十米，世界上那些沿海的繁华都市将遭淹没，许多肥沃的农田会变成盐碱地或荒漠，极端高温可能使室外劳作变得致命，大量人口将因生存环境恶化而流离失所，引发连锁的冲突和灾难。这些场景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气候科学界一直在研究的高碳排放情景下的结果。
霍金只是用更通俗而震撼的语言把后果描述出来。事实上，霍金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不仅停留在科学预测上，他还对政策决策大声疾呼。当某些政客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或者退出国际环保协议时，霍金公开表示遗憾和批评。他强调这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共乘一条船。地球发烧了，没人能独善其身。他甚至悲观地说过，如果听任一些短视行为把地球推到不可逆转的临界点，那将是把地球推下悬崖。这个悬崖指的就是气候永久性巨变，一旦掉下去，想爬回来几乎不可能。看看如今的现实，霍金关于气候的预言是不是也在逐步上演呢？过去的10几年间，我们不断刷新着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记录。北极海冰覆盖面积一再跌破历史新低，一些岛国已经在考虑搬迁全国人民，因为海水正在吞噬他们的土地。森林大火、超级飓风、极端干旱，这些灾害频率都在上升。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才发生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霍金生前或许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所以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紧迫感。他的预言不是要吓唬我们地球要变成金星，而是想让大家明白，留给我们纠正错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霍金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一层深意的提醒，他认为我们或许最终不得不寻找其他星球定居，将地球休养生息，或者干脆放弃。如果气候危机无法避免，地球环境彻底崩坏，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能就像科幻电影那样，移民外星。事实上，他晚年支持了很多关于太空移民的讨论和项目，提出人类应该在未来100年内重返月球，建立火星基地，争取在几十年内具备把人类送往其他恒星的技术。为什么这么急？就是因为他感觉地球这艘船可能快撑不住了。除了气候变化、核战争等别的风险，也在逼迫我们准备逃生舱。在霍金看来，人类迟早要走出摇篮，否则就会在摇篮里灭亡。不过，我们当然更希望地球永远是宜居家园。为此，世界各国也在努力，比如推动清洁能源、签订巴黎协定来减排行动。霍金的警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更多公众和科学家投入气候行动中。每当有极端天气或气候报告出来，人们就会想起霍金那句再不行动，地球就要变成火球的告诫，然后反思我们是否做的还远远不够。有时候我们调侃天气热得像蒸笼，但谁也不希望真把地球蒸熟了。霍金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可怕未来25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大地，或许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可他是迫不得已用最极端的例子敲响警钟。如今的地球发出的警报已经足够多，我们每天新闻里看到的气候异常，就是在提醒我们预言正在兑现中。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么霍金所谓地球变炼狱的末日场景，也许真的会一步步成真。霍金的恐怖预言清单中，除了 AI、外星人和气候，他还反复提到一个总体性的隐忧：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本身，可能孕育着毁灭我们的种子。这里头既包括我们已经熟知的核武器威胁，也包括一些新兴科技的潜在灾难。他几乎是在说，小心，你手里的工具可能变成伤人的刀。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霍金提醒过的几种人类自掘坟墓的可能方式。自从人类学会了劈裂原子核，制造出核弹那一刻起，我们就第一次握有了瞬间毁灭文明的能力。霍金出生于2战末期，亲眼见证了核武时代的开始，他对核战争的担忧贯穿一生。他曾说，人类自己酿成大灾难，在未来1000年内几乎是近乎确定的，而其中核战争是最可能的毁灭形式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囤积了成千上万枚核弹头，足以把地球炸个几十遍。即使冷战结束，这些核武器并没有凭空消失，如今仍有9个国家掌握核武，其中一些地区局势紧张，核冲突的可能性阴魂不散。霍金反复警告我们，不要忘记头顶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高悬不落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恐惧，但一旦滑落，后悔就来不及。一次全面核战争将是空前的浩劫，除了爆炸和辐射直接杀死的人，无数幸存者将在接下来的核冬天中缓慢折磨致死。所谓核冬天，
是指核弹爆炸引起的大火，把城市和森林烧成灰烬，烟尘进入平流层遮天蔽日，阳光被挡住，全球气温骤降，仿佛进入黑暗寒冬，庄稼颗粒无收，生态系统崩溃。这样的场景和末日电影别无二致，但却是有科学依据的推演。霍金要我们认清，核武器是人类自己造出的恶魔，一直虎视眈眈地等在人类文明的暗处。更令人不安的是，核战的爆发可能源于人性的弱点：愤怒、恐惧、误判或极端意识形态。一场局部冲突或一次雷达误报都可能点燃核导弹的发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差点误发核弹的惊险事件，仅靠个别人冷静才避免了灾难。霍金深知人性的脆弱，所以才会悲观地认为，长远看我们几乎躲不过这么一劫。除非人类销毁所有核武器，否则这种按下按钮就 game over 的阴影会永远存在。对个人来说，也许核战离我们的日常很远，但对整个人类，这是实实在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提醒着我们别让怒火烧掉了整座房子。除了大炸弹式的毁灭，霍金也提醒了一种隐形杀手，致命的瘟疫，尤其是人工制造或改造的病毒。自然界的瘟疫我们已经见识不少，如中世纪的黑死病、近代的流感大流行，还有最近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这些流行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让社会经济停摆，人心惶惶。可是自然疾病往往有一定限度，而如果人类利用生物技术人为制造一种超级病原体，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霍金在晚年点名提到基因工程病毒这一威胁，他担心未来某些科学家或恐怖分子可能玩火自焚，制造出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原体。一旦这种东西泄露或者被故意释放，人类将面临比黑死病严重100倍的噩梦。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种场景，一种病毒潜伏期长且传染力惊人，通过飞沫、空气接触都能传播，感染后几天内发病且致死率高达 50% 以上，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想想看，不出几个月，这种病毒就能遍布全球，带来无法计数的死亡，社会将陷入全面恐慌，医疗系统崩溃，秩序瓦解。如果病毒足够凶猛，甚至可能让文明停滞倒退，幸存者寥寥，这可不是纯粹的想象。类似的剧情已经在不少惊悚电影和小说里被描述过。而霍金的意思是，这种灾难通过现代生物科技完全有可能人为实现，所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其实就算不考虑恶意人为制造，现代生物实验室在研究病菌病毒时也存在泄露风险。历史上就有实验室人员感染炭疽、天花等案例。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现在可以拼装病毒基因，复原一些消失的古老病毒，甚至设计全新品种。这些研究本意也许是为了防范未来疫情，但谁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霍金要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当实验室里与病毒为伍时，等于把玩一把上膛的枪，稍有不慎，枪响弹出，误伤的将是全人类。最近这些年，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让所有人都有了切身感受。虽然那次疫情并非人造，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原来病毒真的可以在几个月内瘫痪整个世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无助。如果那病毒的致死率再高一点，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这恰恰印证了霍金的预言，瘟疫式的灾难并不遥远，稍不注意就可能降临。而未来合成生物技术越发达，控制生物风险就越成为关系全球安危的大事。科技带来的灾难有时不一定以毁灭全部人类为目标，还有一种更科幻的可能性，科技改变了人类自身，导致我们当前这种普通人被淘汰。霍金在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里就大胆预测了超级人类的出现。他说，随着基因工程和人类改造技术的突破，一些富有或有权势的人也许会选择改良自己的基因，让孩子拥有更高的智商、更强健的体魄、更长的寿命，甚至拥有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能力。一旦开了这个头，人类可能会分化成2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一种是经过基因优化升级的超人类，另一种则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原始人类。听起来像 X 战警或者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2018年，
中国就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名科学家非法地让2名婴儿在胚胎阶段进行了基因改造，企图使他们天然免疫艾滋病。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全球学术界一致谴责这种不道德的人体试验。但它也证明了一件事，有人类已经在尝试定制婴儿。虽然那次改造未必带来什么超能力，但技术在快速进步，将来基因编辑或增强智力、延缓衰老等，并非不可能。霍金对此的担忧是，一旦有人迈出了基因增强这一步，就会有人跟风。尽管社会可能会立法禁止，但正如霍金所说，总会有人不甘于平凡，偷偷提升自我。随着时间推移，改造技术可能变得越来越安全普及，到时候富裕阶层也许纷纷让子女升级，逐渐的超级人类将开始出现。而未经过改造的正常人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抗病能力，我们都全面落后。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问题。想象一下，职场上你永远干不过那些天赋异禀的改造人，资源分配上，超级人类可能占据大部分，甚至军事实力上，超级人类士兵碾压普通士兵，这种鸿沟可能越来越大，直到普通人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边缘化。霍金甚至认为，普通人有可能逐渐灭绝或被撤代，就像当年智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一样，一个新物种取代旧物种，或许是残酷但自然的进化逻辑。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也许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的演变，但正因为它缓慢，人们可能开始时不以为意，当发现问题时已积重难返。霍金的这个预言其实比核战或瘟疫更冷酷一些，因为它不是热闹的轰然大祸，而是静悄悄地改变人类的面貌。当年的霍金身有残疾，却成为了智者的代表，他相信人类精神的平等价值。然而超级人类的出现将打破这种平等，演化的接力棒将从自然选择变成人择，谁有技术就可以把自己变得更优胜。到了那个阶段，未改造的人类或许沦为二等公民，甚至像宠物一样被圈养，或者直接被遗弃。这样的远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又绝根据。正因为如此，霍金才会在遗作中郑重提出警告，希望社会提前思考如何应对基因革命的伦理和后果，避免走上一条不归路。除了上述人为的灾难，霍金也思考过一些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科学探索本身可能触发的意外。科学家一直在探索物质和宇宙的极限，比如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击粒子、研究真空能量等。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些实验是安全的，但仍存在微乎其微的不可测风险。霍金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到过一种理论上的毁灭场景，某次高能物理实验产生了真空衰变，也就是撕开了空间的稳定结构，导致一个迅速扩张的真空气泡以光速吞没一切，把整个宇宙摧毁。这听起来完全超出常识，但在物理理论里并非绝不可能。另一个常被科幻迷提起的担忧是，粒子对撞机会不会创造出一个小型的黑洞，把地球吃掉？对此，科学界多次论证，目前撞击能量下，黑洞要么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会瞬间蒸发，对地球无害。不过，霍金之所以谈到这些，正是为了说明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有时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概率也许极低，但一旦发生，终极灾难。其实除了物理实验，其他尖端科技也有可能出现我们事先没有预料的可怕后果。比如纳米技术，人们担心如果制造出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而它们失控开始无限复制，将会把地球所有物质分解成灰尘。再比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叠加，假设未来 AI 帮助设计出我们人类自己都看不懂的复杂系统，一旦出错，我们可能完全无法纠正。在高速进步的科技面前，人类其实始终在和未知风险赛跑。霍金希望我们保持一种敬畏之心。科技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让里面最可怕的恶魔跑出来。对于这些终极灾难级别的风险，许多人可能觉得太遥远，甚至匪夷所思。然而，霍金将它们列入警示清单，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因为概率低就掉以轻心。就像买彩票中奖，概率微乎其微，但如果奖品是一颗行星的毁灭，我们就绝对输不起。这些年，
科学界也开始重视生存风险研究，不管是核战、气候、病毒、AI， 还是更奇异的真空衰变，这些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可以说，霍金的预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这些灾难场严肃研究。人类既要勇于探索未知，也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这是霍金留给我们的智慧。综合来看，霍金关于科技可能带来灾难的预言，核心都是在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这个物种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塑造，也足以毁灭世界。每发明一项新技术，别光顾着兴奋的踩油门，也该想想刹车在哪儿，方向盘握稳没有。如果说霍金的其他预言像是具体领域的告诫，那么关于科技总体风险的提醒更像是一种世界观的诫勉。要有敬畏之心，要有长远眼光，别等到灾难临头才想起亡羊补牢。从人工智能到外星人，从气候危机到科技阴影，霍金晚年留下的这些预言无疑让人深感不安。正因如此，他们在科学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霍金警告成了媒体热词，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未来。有人说霍金过于悲观，也有人感谢他替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态度如何，他的预言已经播下了思考的种子。据说霍金临终前的一席话，让在场的科学家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震惊。或许正是他对人类前景的最后总结，那沉重的语调仿佛在说，请务必小心，未来悬挂在你们眼前的不只有星辰大海，还有深渊和烈火。这种警示之所以吓人，不仅因为描绘的场景骇人，更因为说这话的人是霍金，一个既深谙科学又饱经人生风霜的智者。当这样的人都露出忧虑的神情时，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霍金预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术上，它促使更多研究投入到防范全球性灾难上，比如 AI 伦理、安全政策、气候工程、生物安全等等。在公众层面，它让高深的课题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引发全民讨论，比如要不要防着 AI 一下，该不该对外星讯号静默。甚至在国际合作上，他的观点也被当作论据来呼吁各国联手应对共同威胁。可以说，这些预言并非毫无意义的恐吓，而是真真切切推动了人类思考和行动的进程。当然，也有人质疑，过度渲染末日场景会不会适得其反，让大众产生无力感，甚至干脆破罐子破摔。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霍金在强调危险的同时，其实也传达了另一层希望。他并非末世论者，恰恰相反，他一直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努力避免这些灾难。他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发展太空技术，为人类买保险，加强国际合作管控核武器和气候问题，制定 AI 伦理和基因技术法规等等。在他看来，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被动等死，而在于提前预知问题，积极寻找出路。换句话说，霍金是在给人类的未来敲响警钟，同时也在指引一条求生之路。回顾霍金警告的几大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威胁都源自人类的成功。我们文明的发展越辉煌，掌握的力量越强大，反面效应就越可怕。人工智能是智慧的结晶，却可能变成智者的噩梦。外星探索是勇气的体现，却可能引狼入室。工业繁荣提高了生活，却也让地球发烧。科技进步带来奇迹，同时埋下炸弹。这仿佛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又像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能否驾驭自己创造的一切。霍金的预言正是这场大考的重点提示。现在，这些恐怖预言，有的已经在现实中出现端倪，有的还悬而未决，但时间不会停止，人类必须做出选择。是忽视霍金的警告，任由发展洪流把我们推向未知的命运，还是吸取他的建议，在探索未来的同时系好安全带，装好避雷针？这个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会直接决定我们的结局。虽然霍金描绘了很多黑暗可能，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绝望。相反，在面对每个威胁时，他都寄希望于科学和理性终将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他相信通过人类的团结协作和聪明才智，可以避免那些最可怕的未来。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记住要仰望星空，而不是低头看脚下。
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未来就自暴自弃，应该怀抱对宇宙和未来的憧憬，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许霍金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预言，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的渺小和伟大，狂妄和智慧。恐怖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倒谁，而在于让我们及时清醒。正如剧本在大幕拉开前有彩排，现在这些威胁的预演已经上演在你我眼前。幸运的是，预演终究不是结局，我们还有机会改写未来的剧本。但愿当真正的大幕落下时，人类可以微笑着说，感谢霍金教授当年的警告，让我们避免了一场场劫难，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未来20年，一半的企业会倒闭，听起来很吓人吧？这可不是科幻小说桥段，而是一位资深企业讲师对未来的大胆预测。说这句话的人叫李和全，是台积电指定的培训讲师。作为一名曾在金融业摸爬滚打20年的资深经理人，李和全后来转行成为企业讲师，长期为台积电、鸿海、三星、IBM 等知名企业授课培训。他对企业管理和时代变迁有着独到的观察。有趣的是，李和全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转型的故事。年轻时，他学的是法律专业，却阴差阳错进入银行业工作，从基层员工一路升任消费金融部门的负责人，曾经管理超过1000人的团队，创下亮眼的业绩。到了中年，他又华丽转身，成为专职企业培训讲师。如今，李和全拥有30年的讲师资历，曾为台积电、鸿海、三星、IBM 等众多国际级企业及政府单位授课辅导，还著有畅销书，专门研究如何管理新生代员工。他被台积电这样的一流科技公司聘为指定讲师，也说明了他对科技与人才趋势的深刻洞察。正因为亲眼目睹了无数企业兴衰的案例，李和全对未来充满了危机意识。他抛出了未来20年一半企业会倒掉这样的论断，绝非哗众取宠，而是希望提醒所有人，剧烈的变化即将到来，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李和全的预言背后其实反映了他对未来趋势的判断。简而言之，未来20年里，科技、经济、社会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多重冲击将淘汰那些跟不上的企业。首先，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新技术不断颠覆旧模式。其次，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不拥抱数字时代的企业会被边缘化。再次，员工世代交替，新生代的价值观与工作方式颠覆传统，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最后，全球对于永续发展的要求，如碳中和，也在重塑商业环境。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像几股巨浪同时袭来，不适应浪潮的企业终将被浪花吞没。事实上，企业平均寿命缩短已是大势所趋。有研究指出，每经过10年左右，市场上的公司就会消失一半。今天如日中天的企业，20年后依然存在的可能寥寥无几。这听起来令人沮丧，但也是现实写照。所以李和全并非危言耸听，而是道出了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并非所有今天成功的企业都能活到明天。未来20年，几项关键技术和趋势将深刻改变各行各业。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几股力量。人工智能 AI 将赋予机器学习和决策的能力。如今 AI 已经可以撰写文章、绘画、写代码，甚至通过医生执照考试，让人不禁怀疑，未来10年会不会连医生都被 AI 替代？尽管 AI 要彻底取代医生还有许多难题，比如缺乏人情味和综合判断力，但毫无疑问，它将取代许多重复性的脑力工作，从客服到翻译，从司机到分析师，凡是能够被算法替代的岗位都将面临冲击。对于企业来说，善用 AI 的公司将大幅提升效率，而拒绝 AI 的公司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自动化将进一步由机器替代人工劳动，工厂里的机器人手臂可以昼夜不停地工作，不需要休息，效率远超人工。有些先进工厂甚至可以关灯生产，因为机器人不需要照明。流水线上的工人数量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和维护机器的技术人员。除了制造业，服务业也在加速自动化，比如无人收银、自助点餐、机器人大厨。这些过去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场景，
正逐步成为现实。企业引入自动化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和减少错误，但如果一家企业迟迟不愿意自动化，它的竞争对手很可能已经用更低的成本抢走了市场。区块链技术带来了商业信任机制的改变。区块链就像一本公开且无法篡改的账本，让陌生人之间也能安全地进行交易。它催生了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等新兴领域。未来，它可能减少对中介机构的依赖。想象一下，买房子不再需要经过繁琐的第三方公证，而是用智能合约自动完成过户。对于金融、供应链等行业来说，区块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拥抱它的企业可以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而无视它的企业可能发现自己被时代甩在身后。碳中和的趋势源自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重视，许多国家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各行业都必须大幅降低碳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若不转型，将面临法规惩罚，甚至被市场淘汰。相反，提早布局绿色技术的企业将获得先机。比如传统汽车厂商如果不开发电动车，市场份额就会被新能源车企夺走。能源公司不投资清洁能源，未来就可能被新能源企业取代。碳中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重塑游戏规则，迫使企业采用新能源，优化供应链，提高能效。能顺应这股绿色浪潮的企业将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体现在新的产品和生产线上，也改变着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说，数字转型就是用数字技术为传统业务赋能升级。如果说上一代企业靠的是人海战术和经验决策，那么这一代企业比拼的就是数字化能力。例如，以前消费者买东西要去实体店，现在一部手机就能下单。企业如果不搭上电商和移动支付的快车，就会丢掉大量客户。又比如，过去决策主要凭借经验，现在领先的企业都开始利用大数据分析市场趋势，用人工智能辅助高层决策。那些善于运用数字工具的企业，可以更精准地了解客户，优化供应链，提升运营效率。反之，固步自封、坚持老办法的企业，就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开慢车，终究会被超越。不过，数字转型并不仅仅是买几台电脑、上几套软件那么简单，真正的核心是人，也就是企业的人才结构和能力必须随之改变。当所有行业都越来越数字化，每个员工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技能。不会使用电脑的人在办公环境几乎无法立足，不懂数据分析的经理也难以做出明智决策。企业在招聘时也越来越看重复合型的人才，不仅要求专业过硬，还要懂科技，善于学习。员工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管理理念的转型。现在职场中的新生代大多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长大，他们思维活跃，适应新技术的能力很强，同时对工作的态度也与上一辈截然不同。过去的员工可能更看重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年轻一代更追求工作的意义和自我实现。如果一家企业沿用老套的管理方式，比如要求新人绝对服从、拼命加班，而不给他们成长空间和尊重，那么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一言不合就离职不干。李和全在与各企业主管交流时，就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一位老主管无奈地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心思栽培年轻员工，结果他竟然说走就走。老前辈们常常觉得这些年轻人太不讲武德，以为不按常理出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新一代员工的心态已经变了，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忍耐熬资历，他们希望工作能带来价值感。如果现实达不到预期，就会果断选择另谋高就。这种观念冲突如果得不到解决，企业就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代际矛盾。因此，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用人之道。李和全建议企业对症求才，也就是重新审视招聘和管理标准，不再拘泥于资历和服从性，而是更关注应聘者和员工的学习能力、适应力，以及他们个人的职业目标。管理者需要和年轻员工进行真诚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给予适当的指导和自由。公司也应提供持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比如内部培训、职位轮调，让员工能够不断成长，获取多元技能。这样一来，
员工会感受到被重视和有前途，自然更加愿意留下与公司共同进步。此外，领导风格也要与时俱进，传统那种权威式的管理，我说你做，在今天往往行不通了。管理者需要从指挥官变成教练和导师，用影响力而非职权来领导团队。这意味着多倾听少命令，多鼓励少责备，尤其针对年轻员工，批评时注意方式，以建设性反馈替代简单粗暴的指责，让他们在成长中修正不足，而不是一味打击。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太玻璃心，一点挫折就受不了。其实这恰恰提醒管理者要营造更健康的企业文化，让员工在安全的氛围下勇于创新和担当，而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激发出新一代员工的潜力，留住未来的中坚力量。总之，数字转型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升级，更取决于人心和组织文化的同步升级。能够实现人才结构优化，让不同年龄层的员工各展所长的企业，才有希望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一个公司内部仍旧固守陈旧的管理方式，不重视人才培养和凝聚，那么即使投入再多高科技，也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除了技术和人才，商业模式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技术进步往往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前赚钱的套路，在新的时代可能突然就失灵了。想想看，当年租影片是很平常的事，顾客要看电影就去租 DVD 或录像带。Blockbuster 这样的连锁录像带租赁店曾经遍布美国各地，风光一时。可是流媒体和在线视频兴起后，租 DVD 的生意几乎在短短几年内就被淘汰了。曾经的行业巨头 Blockbuster 最终宣告破产，而抓住流媒体趋势的 Netflix 崛起成为新的娱乐霸主。又比如摄影行业的巨变，柯达公司曾是胶卷时代的王者，每个人拍照都离不开柯达的胶卷。可是数码相机和后来智能手机摄影的出现，迅速颠覆了人们拍照的方式。柯达因为眷恋传统业务，没能及时全面转型，最终在2012年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拥抱数字技术的企业，相机厂商也好，手机厂商也好，迅速占领了市场。如今，人们几乎已经不再使用胶卷相机，柯达的失败成为商学院里经典的反面教材。在中国，传统零售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冲击。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兴起让许多实体零售店客流锐减，一些老牌百货商场如果没有尽早布局线上渠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被淘宝、京东这些电商平台抢走。另一方面，新业态层出不穷，共享经济、O2O 服务等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共享单车和网约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出行和用车的习惯。这些创新模式往往不是出自传统大公司，而是由新创企业引领。老牌企业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常常受制于过去的成功经验，被所谓的路径依赖所束缚。以前的成功让他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方式和流程，身躯庞大，转身不易。一方面，大企业内部官僚体系复杂，决策链条长，想尝试新模式往往阻力重重。等到层层批准下来，市场风向可能已经变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自我安慰，认为自己有资金、有品牌、有渠道，短期内就算不创新也不会垮。但事实是，当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时，往往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一旦临界点到来，后知后觉的公司就会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新兴企业没有历史包袱，敢于打破常规，采用颠覆式的商业模式。他们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价值，哪怕一开始不成熟，也在不断调整中进化。一旦新模式被市场接受，传统巨头再想追赶就难了。正如硅谷常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颠覆自己，就会被别人颠覆。在当今时代，这句话尤其真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和全断言一半的企业可能会倒下，并不是这些老牌企业不努力，而是在大潮面前稍有迟疑就可能错失良机。有的行业或企业可能因为错过一个技术拐点，从此一蹶不振，而那些勇于自我革新的公司反而能在变局中焕发生机。确实，有一些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为新商业模式的典范，但更多的
则是在时代车轮下渐渐沉寂。总而言之，商业模式绝非一成不变，能够根据时代调整战略，拥抱新模式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而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公司，终将发现自己的模式被新时代无情的抛弃。聊了这么多宏观层面的变化，你可能会问，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办？半数企业都会倒掉，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别慌，每次大变革中，个人其实既是受影响者，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参与者。时代洪流的确无可避免，但如果我们能与时俱进，也完全可以在新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持续学习是王道。以前也许拿到大学文凭就万事大吉，但现在知识更新太快，活到老学到老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必须不断给自己充电，也就是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紧跟时代步伐。不管你是刚入职场的新人，还是资深员工，都需要持续学习。比如会一点编程，懂一些数据分析，对各行各业来说都是有益的。就算不当程序员，至少要理解电脑和网络的基本原理，因为未来几乎每份工作都和技术有关。其次，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意思就是让自己具备那些机器和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举例来说，创造力、沟通能力、同理心、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都是人工智能短期内无法完全复制的。如果你的工作全是重复性的流程，那么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就很高。但如果你能够提供机器没有的独特价值，比如人情味、创意洞察或者跨领域的综合判断，那么你在职场上就更具竞争力。再次，要有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这也被称为成长型思维模式。不要害怕新技术、新方法，尝试去了解并使用它们。很多人一听说 AI 要来了，就忧心忡忡，担心它抢饭碗。其实不如换个思路，想想怎样把 AI 变成你的工具。比如你是做营销的，可以尝试用 AI 辅助撰写文案，加快创意产出。你是工程师，可以用 AI 帮你生成代码框架，然后你再专注优化核心部分。把 AI 当成助手而非敌人，你会如虎添翼，工作效率和成果都会提升。还有，不要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框死在一个轨道上，未来很少有人能一辈子只从事一个职业。我们要做好在不同阶段转型的准备。成为斜杠青年是一个思路，意思是在发展主业的同时，培养副业技能，或者让自己的能力横跨多个领域，这样某个行业不景气时，你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当然，并不是要大家都去身兼数职累到猝死，而是要经营多元化的技能树，让自己有弹性、有选择。另外，保持对外界的敏锐和人脉的多样也很重要，多关注行业趋势，多结交各领域朋友。当一个旧岗位消失时，你也许能通过社交网络发现新的机会。有时候，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会通过朋友圈打开。心态上也要接受不确定性是新常态。过去的人讲究铁饭碗，但如今与其奢望一劳永逸，不如练就在变化中求生存的本领。把职业看作不断进化的过程，每一次变化都是让自己升级的契机。当别人害怕变化裹足不前时，你因为准备充分，就能从容应对。当然，人非圣贤，面对未知谁都会紧张，重要的是不要让恐惧阻碍了前进的脚步。想想工业革命时那些砸机器的工人，他们的愤怒可以理解，但历史终究向前发展了。与其做时代的阻挡者，不如做时代的推动者。与其恐惧不前，不如拥抱变化并从中寻找机会。最后，要相信适应能力本身就是人的优势所在。我们这一代人相比父母辈，其实已经见证并适应了不少变化。互联网、智能手机、移动支付，未来再大的变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可以应对。关键在于保持乐观和好奇，积极行动而非被动等待。当大浪来到时，试着做那个会冲浪的人，而不是被浪拍倒的人。放眼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技术革命引发的巨变由来已久。过去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都曾颠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带来了阵痛和挑战。如果了解那些历史，我们也许能更从容地看待今天的变革。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转型之一。
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机器大生产时代，大批工厂涌现，以往靠手工纺织为生的工匠失去了饭碗，因为机器织布效率更高，产量更大。当时不少手工业者非常抗拒，甚至发生了著名的卢德运动。当时愤怒的纺织工人砸毁机器，试图阻止变革。然而，科技的洪流不是人力所能逆转的，机械化生产最终还是取代了手工模式。许多工人不得不转而学习操作机器，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化浪潮，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当产业工人，社会结构从乡村农业为主变为城市工业为主。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既兴奋又恐惧。一方面，工厂的出现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物质财富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铁路、电报等新技术让远距离交通和通信变得快捷，世界似乎缩小了。另一方面，社会也出现了新问题，工人长时间劳作在恶劣的环境中，贫富差距拉大，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打乱。这些问题后来促使了工会运动的兴起和政府对劳动条件的干预。可以说，工业革命既带来了进步，也逼着社会进行配套的改革，最终人们找到了新的平衡。再看看20世纪的信息革命，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再次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型计算机就开始用于科学研究和政府机构。到70年代，企业里也出现了电脑的身影。一台电脑可以完成过去几十人才能完成的计算和存储任务，这让很多传统岗位的需求减少了。比如，会计从手工记账变成使用电子表格，打字员被文字处理软件取代。过去庞大的人工档案管理部门因为有了数据库而精简。到了90年代，互联网普及打开了信息全球化的大门，获取信息、沟通联络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这也冲击了许多传统行业，例如邮局因为电子邮件业务量骤减，书店因为网上书店和电子书备受挑战，旅行社因为在线订票系统大量倒闭。然而与此同时，新行业蓬勃兴起，软件开发、IT 服务、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等等成了时代的新宠。很多老职业消失了，但更多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总体而言，信息革命提升了效率，也让全球经济高度互联，我们的生活因此而便利许多。回顾这些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点：每次技术革命，短期看会造成阵痛和混乱，长期看却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关键在于社会如何应对变革。工业革命时代，人们最终通过立法和工会改善了劳动者的待遇，确保产业工人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信息革命时代，各国也逐步完善了知识产权、信息安全等法律法规，教育体系也增加了计算机相关学科，培养数字人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会遇到问题，但也会想办法解决问题，并从危机中诞生新的秩序。今天，我们正经历的 AI 和自动化革命，无疑是另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很多人担心 AI 抢工作、自动化造成失业潮，这些担忧和过去人们对机器和电脑的担忧如出一辙。但历史的韵律似乎在重复，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有部分人受到冲击，同时也有新的机会出现。那些能抓住机遇的人成为了下一代的领跑者，而那些拒绝变化的人则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所以，当李和全说未来20年会有一半企业倒掉时，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又一次时代转型的缩影。类似的话，其实放在过去每一个重大转折点都适用，只是比例和节奏不同而已。区别在于，这一次变化的节奏更快，范围更广，我们必须比前人跑得更快，才能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技术消灭一些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工作，这一点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得到验证。展望未来20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能源、太空探索等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期待许多新职业的涌现。举几个可能出现的有趣职业例子，让我们先睹为快。人工智能训练师负责训练 AI 模型，就像老师教小孩一样，教 AI 识别图像、理解语言等。他们需要准备海量的数据喂给 AI， 不断调整参数，让 AI 越来越聪明，同时避免学歪了。
这个职业现在已经有所雏形，比如有人专门从事为自动驾驶 AI 提供训练数据和标注。AI 伦理师专门审查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AI 伦理师要制定 AI 的道德规范，监控 AI 的行为，防止出现偏见或滥用。例如，确保银行的 AI 放贷系统不会歧视某些群体，或自动驾驶汽车在遇到险情时遵循合理的伦理准则。随着 AI 应用扩大，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元宇宙建筑师，如果虚拟现实中的元宇宙成为主流，那么设计虚拟世界也是一门学问。元宇宙建筑师负责在虚拟空间中创建各种场景、建筑和体验，从虚拟会议室、线上展览馆到游戏里的城市和主题乐园，都需要这样的设计师来规划和搭建。碳排放管理师帮助企业和组织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专业人士，他们会计算公司运营活动的碳足迹，制定减排策略，并运用碳交易等机制来抵消无法消除的排放。一家公司要在2030年达成碳中和，就离不开碳排放管理师的指导，从能源优化到原料替换，各个环节都需要他们提供方案。人机交互心理顾问，当 AI 机器人进入办公楼、医院、家庭，人和智能机器的互动就成了一门新课题。人机交互心理顾问可能会培训员工如何和 AI 助手相处，缓解人们对机器人的抗拒心理，也帮助设计机器人时注入人性化关怀，使其更容易被人类接受。这听起来很新奇，但未来或许会成为人力资源领域的一部分。太空旅游策划师，一旦太空旅行变得商业化，我们就需要专业人士来策划和管理太空之旅，从训练旅客的太空生存技能到安排轨道旅馆的食宿娱乐。太空旅游策划师要考虑安全、日程、体验等方方面面。也许20年后，富裕阶层的度假选项里就有绕月之旅，届时这个职业将大有用武之地。以上这些职业，有些现在看似天马行空，有些其实已经在萌芽中。10几年前，我们很难想象 App 开发工程师或直播主播会是热门职业，但如今他们就真实的存在。同样可以预见，再过20年，一定还会出现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新工作、新岗位。对于个人来说，新职业意味着新机会。如果我们能提前洞察趋势，培养相关技能，就有可能在这些领域抢占先机。比如，有些人现在就可以学习数据标注、AI 模型调优，说不定几年后就能成为炙手可热的 AI 训练师。再比如，关注环境保护的人可以去研究碳管理，为未来的绿色职业做准备。总之，技术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危机，还有大量尚未开垦的就业蓝海，等待着勇敢者去开拓。当技术与经济以这样的速度变化，我们的社会和教育体制是否做好了准备来迎接这场巨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先说教育，当前的大部分教育体系是在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基础上建立的，注重标准化与一致性。但面对未来瞬息万变的就业环境，传统教育需要做出调整。我们的学校仍然以课本、知识和考试为导向，学生习惯于按照既定大纲学习。然而未来职场需要的可能是更灵活、更具创造力的人才。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 AI 可以记忆所有百科知识并随时给出答案，那么未来社会更需要的是有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只会背书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础知识不重要，而是说教育重心应该转向培养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让学生拥有好奇心、求知欲，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比单纯掌握某项具体技能更关键，因为具体技能可能很快会被淘汰，但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会让人终身受用。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在尝试教育改革，比如增加编程、人工智能基础课进课堂，从小培养科技素养，又比如强调 STEAM 教育，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结合，培养综合技能。此外，大学也在与产业更紧密合作，及时更新课程内容，让毕业生更契合市场需求。这些努力都是积极的信号。但是，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而相对保守的机器，其改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教师需要在培训、
课程设置需要摸索，社会观念也要跟上。很多家长仍只看重分数和文凭，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教育会立刻完成转型。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过渡期，个人和企业可能需要弥补教育的不足，个人要自我学习提升，企业也可能需要投入资源，对员工进行培训再教育。再说社会和政府层面，政府在引导社会转型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首先是提供再培训和社保支持。技术革命中，一些职业不可避免消失，很多从业者会面临失业和转岗。政府需要有完善的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帮助这些人掌握新技能，重新就业。而在此期间，社保要兜底，确保基本生活。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推出各种职业转换项目，甚至探讨缩短工作时间、全民基本收入等可能性，来应对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风险。此外，政府还应通过政策鼓励创新创业，营造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环境。这包括投入科研、提供创业补贴、减税政策、建立产业园等。一半企业倒闭如果真的发生，意味着另一半新企业要顶上来。政府的任务就是让新生企业有土壤萌芽、成长，以吸纳被淘汰产业的人力资源，保持经济活力。还有，法律法规也必须更新，以匹配新的技术场景。例如 AI 相关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数据隐私如何保护，机器人造成伤害算谁的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立法者超前思考，未雨绸缪。教育系统也应该引导学生了解这些科技伦理和法律问题，因为未来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面对他们。社会舆论和心理准备也很重要，媒体、公众人物应该积极传播正确的观念，引导大家理性看待转型，既不能盲目恐慌，也不能掉以轻心。像李和全这样的专家发声，其实正是在提醒社会重视这个课题。只有全社会都有了危机意识，才能形成合力去应对。总结来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对即将到来的变革还在起步阶段，有人走在前面，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追赶。但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并行动了。未来20年会是充满变化的20年，也是考验社会韧性的20年。如果教育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和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并积极作为，我们就有希望将这场变革的震荡降到最低，把握住其中的机遇。当李和全预言未来20年一半企业会倒掉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和忧虑。这句话无疑给所有现有的企业和从业者敲响了警钟。时代的列车一路飞奔向前，过去的辉煌无法保证未来的地位。然而，我们也大可不必过度恐慌，不妨将这场大洗牌看作新旧交替的过程。旧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将在废墟上建立。旧的企业退出舞台，新的企业会登场亮相。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大变革时代反而是大有可为的时代。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以什么姿态去迎接它，是固步自封，做那个被淘汰的一半，还是顺势而为，成为幸存并繁荣的那一半？俗话说，当变革的风吹起时，有人筑墙挡风，有人造风车乘风。我们要努力做后者，利用变化的力量让自己飞得更高。正如生物进化论所揭示的，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壮或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能够在未来胜出的，一定是那些拥抱变化、快速学习的人和组织。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吗？未来10年，会不会连医生都被 AI 替代？也许10年后真的会出现 AI 医生，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医生这个职业已经与 AI 深度融合。AI 或许负责辅助诊断，处理繁琐的基础工作，而人类医生则专注于复杂决策和与病人的情感沟通。医生不会消失，只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同理，各行各业都会发生类似的转变。与其担心自己的职业消亡，不如思考如何在新的分工中发挥自己的特长。未来并不可怕，它只是充满未知。我们站在变革的风口浪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创造者。一半企业的消亡，也意味着另一半企业的重生。对个人而言，危机背后也总有新的转机。也许多年后回望今天，
我们会惊叹自己当初竟亲历了一场如此浩大的时代转型，而庆幸的是，我们抓住了机会参与并见证了新世界的诞生。李和泉的警示发人深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未雨绸缪，主动求变，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明天的太阳。当风暴来临时，学会乘风破浪，相信只要我们不断进化，拥抱创新，就一定能在这场未来之旅中笑到最后，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埃隆·马斯克这个名字几乎和未来划上了等号，他既是一位大胆预言未来的科技狂人，也是一位行为怪诞的现实人物。在2025年，马斯克又抛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最新预言，描绘了未来5年、10年、20年内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同时，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以及在特斯拉和 SpaceX 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决定，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好奇和争议。马斯克一直声称自己有一个火星梦，希望在人类有生之年把我们送上火星，甚至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成为多星球物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确实如此，但马斯克可不是光说不做的人。过去几年，他的 SpaceX 公司一直在疯狂研发下一代超重型火箭 Starship。 这种不锈钢巨无霸看上去像科幻电影里的飞船，但它真切地存在于德克萨斯的发射基地上。马斯克预言，在未来5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星舰把第一批货物送上火星，甚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29年前后，人类就将首次踏上火星的红色土地。在踏上火星之前，人类或许会先重返月球，为火星之旅做好准备。 SpaceX 已经赢得美国航天局的合同，最快将在2025年用星舰帮助 NASA 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南极，执行阿尔忒弥斯登月任务。这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首次重返月球，标志着太空探索的新篇章，也为未来登陆火星积累经验。与此同时，马斯克还支持民间的太空旅行计划。日本企业家前泽友作购买了星舰的绕月飞行服务，准备带领一群艺术家来一次亲爱的月球之旅。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普通公民乘坐星舰飞出地球，引领一场新的登月热潮。这些壮举不仅会点燃公众对太空的激情，也是对星舰运载能力的绝佳测试。伪将来载人火星，任务铺平道路。说回火星本身，马斯克的时间表的确非常激进。按照他的设想，大概5到10年内，我们就能把人送到火星去打个酱油了。当然，乐观如马斯克也承认，这个计划存在巨大的挑战，可能会拖到2031年甚至更晚。但无论如何，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未来10年，人类或许真的能在另一个星球插上旗帜，来一次现实版的火星救援。不过这回不是救人，而是去开创新家园。那么再往后20年呢？马斯克更是放出了豪言，到2050年之前，他要在火星建起一座可自给自足的城市，目标是100万火星居民。这数字听着像天方夜谭，但背后其实有一套硬核计算。SpaceX 计划打造上千艘星舰，每艘都能装载上百人和大量物资，通过地球与火星之间每隔26个月一次的发射窗口，不断运送人类和装备上火星。按照他的剧本，2040年代，我们将在火星上看到一个渐具规模的殖民地雏形，或许有温室农场、氧气制造设备、地下栖息舱等等基础设施。试想一下，到2045年，我们身边可能就有人定居在火星，每天早上不是看地球的天气预报，而是关注火星晨报动态，这场景够魔幻吧？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技术攻克和资金支持都跟得上。马斯克的乐观向来超标，业内人士戏称他的时间表总是比现实快好几年。毕竟，火箭爆炸、宇航员辐射防护、火星极端环境，每一项都是横亘在面前的大难题。但不可否认，马斯克已经把原本只属于科幻的火星计划硬生生拉进了现实的讨论范围。就拿一个著名例子来说，他曾在一次火箭测试中把自己的特斯拉跑车当作载荷送上了太空。没错，就是那辆红色跑车，如今正沿日心轨道飞向火星方向。这个听起来疯狂又浪漫的举动，既是宣传噱头，
更是对 SpaceX 火箭运力的绝佳展示。马斯克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去火星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更有意思的是，马斯克为了表示自己对火星移民的决心，还真的卖掉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豪宅，搬进德州发射场附近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住。身价几百亿美元的世界首富过起了蜗居生活，只为表明自己心无旁骛的要把火星计划进行到底。这操作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但在马斯克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他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希望自己将来能死在火星上，当然前提是不要死在着陆的时候。听上去有点黑色幽默，但也折射出他对太空探索的狂热与执着。总之，在太空探索这一块，马斯克给未来20年的关键词就是火星，火星，还是火星。未来5到10年，我们拭目以待人类首次登陆火星的历史时刻。未来20年，我们或许真有机会见证一个崭新的火星文明萌芽。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马斯克和他那支疯狂而勇敢的团队夜以继日的努力。现在，火箭已经点火，我们就等着看他把人类的梦想送上九霄云外，直火星了。再来说说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是马斯克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领域。马斯克对 AI 的看法可谓复杂，一方面他投资创立了 OpenAI， 推动 AI 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多次警告 AI 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者。你没听错，这位乐观的科技狂人其实也是 AI 威胁论的支持者。他曾形容研发超级智能 AI 就像是在召唤恶魔，让不少工程师听了后背发凉。最近，马斯克更在访谈中预测，可能在1-2年内 AI 的智力就会超过地球上最聪明的人类。到2029年前后， AI 的总体智能甚至可能超越全人类的总和。这听起来像科幻灾难片的情节吧？马斯克还补充说，他估计 AI 导致人类灭亡的概率有 20%， 意思是还有 80% 的几率大家可以相安无事。这样的安慰恐怕很难让人真正安心。其实，马斯克早年创立 OpenAI 就是希望推动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然而由于理念不合和人手分配的问题，他在2018年退出了 OpenAI 的管理。眼看着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等 AI 技术在全球爆红，马斯克一方面感叹 AI 进步太快，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对 OpenAI 从非盈利转为商业公司颇有微词，担心其偏离了初心。这种矛盾心态促使他今年亲自下场再创业，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xAI， 号称要打造出真相之 AI， 以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被少数科技巨头垄断控制。那么，马斯克自己给出的 AI 时代生存之道是什么？难道是坐以待毙，等着 AI 收割人类吗？当然不，他给出的答案是，人类必须与 AI 结合，形成共生关系。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动画《宫壳机动队》里的场景，而马斯克正在用他的另一家公司 Neuralink 尝试将其变为现实。Neuralink 专攻脑机接口技术，简单说就是把高科技电极芯片植入人脑，让人脑能够直接和电脑交流。马斯克相信，通过这种技术，人类未来可以提升自身认知能力，直接用意念控制电脑和机械，甚至可以把记忆像文件一样存储和回放。更疯狂的是，他曾大胆展望，也许再过10年，人类用嘴巴说话这种传统交流方式都会变得多余，因为到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心灵传输想法了，语言将成为可选项。嫌打字说话慢的话，直接把脑中的想法上传给对方就行，是不是又便利又诡异？当然，实现脑机接口的道路绝不平坦。Neuralink 自成立以来遇到了不少技术和伦理挑战，要在大脑中安全植入上千根微电极，读取海量信号，工程难度极高，而且涉及对人脑动手术。监管部门的审批也异常严格。马斯克一向乐观，他原计划在2020年前后就开始人体试验，但进度一再推迟，直到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才终于批准 Neuralink 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这意味着未来5年内，我们很可能见到第一批志愿者脑中植入芯片，用它来治疗瘫痪、失明等重大神经疾病。想象一下，也许到2030年，当你走进医院，
医生问你的不再是吃药还是打针，而是要不要装个芯片。这画风转变够劲爆吧？值得一提的是， Neuralink 团队此前已经在动物身上进行了不少神奇的实验。例如，他们曾发布一段视频，一只猴子在大脑植入芯片后，能够用意念玩一款简单的乒乓球电子游戏，Pong，没有用手，纯靠脑讯号就把光标操作的有模有样，令观众目瞪口呆。还有几头小猪也接受了芯片植入，通过实时监测它们的神经活动，科研人员可以读取到猪在活动时大脑发出的信号。这些实验让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讨论。不过总体而言，他们证明了脑机接口的潜力，大脑和机器的连接真的有可能实现，科幻正在变成现实。再往后10年，假如一切顺利，脑机接口或许不再只用于治疗疾病，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也可能选择植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力，提升计算和沟通效率。到那时候，和 AI 连上脑的人类或许真的会出现。2035年的职场没准会流行这样一种新技能：脑内谷歌搜索。开会时别人还在苦思冥想，你已经闭目凝神，用意识上网查完了资料答案。甚至你可以把所见所闻直接录下来，存在云端，想重温某段记忆时，就像播放录像一样清晰。听上去很科幻，但别忘了，2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手机可以刷脸支付、视频通话，你可能也觉得是天方夜谭呢。20年后的脑机接口会不会像如今的智能手机一样无处不在？马斯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个大胆的想象空间。聊到这儿，不得不八卦一下马斯克本人的神操作。这位老兄对科技的狂热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给孩子起名字都透着工程师风格。他一个名字是 Z12， 活脱脱像一串密码。后来他解释说，这名字中 A 代表人工智能的符号缩写， A12 是他喜欢的一款侦察机型号。怎么样，这名字够硬核吧？难怪网友吐槽，这是娃还是产品型号？马斯克用这种方式昭示了他对 AI 和科技的痴迷，连孩子名字都不放过。除此之外，他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语出惊人，一会儿危言耸听地说 AI 要毁灭世界，一会儿又自信满满地表示要造出善良的 AI 来守护人类。他折腾来折腾去，干脆自己搞了个新公司 XAI， 显然要在现实中上演一出 AI 大战。这一连串骚操作仿佛在演科技连续剧，但背后折射的却是马斯克对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深度参与感和紧迫感。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方面，马斯克描绘的未来图景既令人向往，又让人担忧。一方面，再过5到10年，我们可能用科技手段治愈许多曾经无法医治的疾病，让瘫痪的人重新行走，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另一方面，再过20年，我们自己说不定都变成半人半机器的存在，每个人脑袋里都有个 AI 助手，随时待命。这种未来，光是想想就令人五味杂陈，既为人类潜能的延展而兴奋，又为人与机器界限的模糊而不安。但无论如何，马斯克作为引领者，已经在奋力把人类往这个方向带。他的怪诞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不断提醒我们，未来正在加速逼近，我们最好做好准备。接下来看看地球上的另一场重大变革——能源革命和电动车普及。这可是马斯克这些年亲手推动的一场产业革命。10几年前，电动车还被很多人当成笑话，认为不靠谱，跑不远又昂贵。但如今，马斯克的特斯拉已经把电动车开到了世界各地。在马斯克眼中，未来5年内，电动车将彻底从小众新潮变成大街标配。他曾预言，到了2020年代末，也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节点，电动车的价格会逐步降到足以与汽油车竞争的水平，甚至更加便宜。随着电池技术改进和规模效应显现，买电动车将不再是有钱人的炫耀，而会成为一种经济实惠的理性选择。事实也似乎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如今几乎所有大牌汽车厂商都启动了电动化转型，就连曾经质疑电动车的业内老炮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时代的车轮正在转向电驱动。可以说，马斯克当年的疯狂赌注，如今确实引领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变革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甚至做出过一个商业史上罕见的举动，他公开了特斯拉的所有电动车专利，允许其他公司免费使用这些技术。试问哪家汽车巨头舍得无偿分享自己的核心专利？但马斯克就敢这么干，因为相比独占市场，他更希望全行业齐心协力加速淘汰燃油车，实现可持续能源的共同目标。不仅如此，马斯克还放话说，再过10年，新生产的汽车将清一色都是无人驾驶的电动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2035年左右，你去汽车 4S 店买新车，可能买不到需要人来开的传统汽油车了，他们要么已经停产，要么被博物馆收藏了。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想想看，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立法，计划在2035年前禁止销售燃油车。技术上，特斯拉等公司也在日夜攻关自动驾驶软件。马斯克每隔一段时间就兴致勃勃地宣布全自动驾驶功能就要来了。虽然 flag 立了无数次，又倒了无数次，大家都打趣他又割了，但不可否认，自动驾驶确实一年比一年更强。也许再过5年，开车上班会变成一种选择，而非必须。人类可以彻底从通勤驾驶中解放出来。马斯克甚至畅想过，当自动驾驶真正成熟后，你的特斯拉汽车白天载你上班，夜晚闲着也是闲着，就会自动出门跑车当机器人出租车赚钱。也就是说，汽车未来不光是代步工具，还是能帮你躺赚的资产。这个听上去近乎异想天开的点子，是他在2019年提出的。当时不少人以为他又在吹牛，然而谁知道再过10年，他会不会成为现实呢？没准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停车场里的爱车在夜里自己接了好几单生意，为你赚了一笔早餐钱。再展望远一点，马斯克干脆预言，20年后，传统汽油车就跟现在的马车一个地位，只存在于爱好者的收藏和展览中了。也就是说，到2040年代中期，马路上跑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电动汽车，而烧油的老爷车只能偶尔在周末被怀旧的人牵出来溜溜。想象一下，2045年的某个周末，你看到有人开着一辆复古的汽油车缓缓驶过，小朋友好奇的围观，哇，那是烧汽油的吗？好古老哟！这幅画面是不是很有趣？到了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也真切体会到什么叫时代变了。当然，要让满街的车都电动化，能源供给也得革新。电动车多了，需要的电从哪儿来？马斯克很早就在特斯拉的蓝图里考虑了这一点。清洁能源，他推动的不只是电动车，还有太阳能发电和电池储能技术。未来10年，我们有望看到屋顶太阳能板和家用蓄电池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普及开来，每家每户自己发电自己存电，用不完的还能卖给电网。不仅汽车告别汽油，连家庭用电都可以告别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这才是真正的能源革命。马斯克曾经说过，只要建造足够多的电池工厂和太阳能设施，人类完全能够摆脱化石燃料。听上去很宏伟，但特斯拉确实在这么干。他们在全球布局超级工厂生产电池，并建设大型储能电站。比如在澳大利亚，马斯克有一次因为当地频繁停电的问题，在推特上立下豪言，我100天内帮你建好一个巨型电池厂，超时就分文不取。结果他真的在限期内搞定了，让澳洲人刮目相看。这故事是不是很燃？这就是马斯克式的担当，嘴上像开玩笑，但行动上当真去干，而且干成了。除了地面上的革命，马斯克还把目光投向更科幻的领域。你可能听说过特斯拉正在开发人形机器人，代号 Optimus。 这乍看跟电动车关系不大，但在马斯克眼里，这正是能源与 AI 结合的新产物。未来的工厂里，这种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停工作，而他们消耗的只是清洁电力和少量维护。马斯克甚至打趣说，特斯拉最终的产品形态也许不是车，而是机器人。想象20年后，每家每户都可能有一个特斯拉机器人帮你做家务、送货。当这些繁重工作都交给电力驱动的智能机械，人类的劳动模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到这里，又该聊聊马斯克那些传奇般的操作了。作为特斯拉的老板，他的行事风格和一般企业高管截然不同。
别的车企老总西装笔挺，谨言慎行，他倒好，上台发布新车，敢当众尬舞。记得有次在中国上海的交付仪式上，马斯克心之所至，跳起了即兴热舞，把现场和网友都逗乐了。这一幕也让大家见识到，这位老兄真是想干嘛就干嘛，丝毫不按常规出牌。还有发布 Cybertruck 电动皮卡的时候，他吹嘘车窗的防弹玻璃如何结实，结果现场测试时玻璃却意外裂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然而马斯克事后只是哈哈一笑，在推特上幽默自嘲了一番。没想到这次砸车事件反而为 Cybertruck 赚足了眼球，你说这算失误还是另类的成功？马斯克的这些出格行为往往继承了娱乐新闻，又免费给他的产品做了广告。更绝的是，他几乎不花钱做传统广告，却能让特斯拉频频霸占媒体头条。这靠的是什么？正是他本人自带的流量体质和话题热度。无论是跑到脱口秀里大口抽大麻雪茄，还是每天在推特上和网友唠嗑，回复车主提问，马斯克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打造出一种亦正亦邪的个人形象。结果特斯拉省下了天价广告费，把钱投入研发，反倒在技术上一路领先。这种营销和研发两手抓的骚操作，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在能源和交通领域，马斯克不仅用技术改变世界，也用他的个人魅力改变着大众对技术的看法。他把本来枯燥冷冰冰的电池、电机话题玩出了腥味和趣味，吸引无数年轻人为之入迷，并投身这个行业。他的预言描绘了一个接近新能源乌托邦的未来，天上太阳能，地上电动车，工厂里机器人干活，我们人类则可以有更多时间享受创造。而他本人就像这场革命的带头大哥，一边撸起袖子埋头苦干，一边又不忘跳支舞发个推特，时时刻刻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足足的。聊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看出来了，马斯克就像是站在未来和现在之间的那个人，一只脚迈向科幻，一只脚扎在现实。他的那些预言听上去玄乎其玄，5年、10年、20年后的世界要大变样，但别忘了，这些预言背后，他可都在玩命实干。从火星、火箭到脑机芯片，再到电动车和机器人，每一个领域他都有公司在冲锋陷阵。马斯克把大胆的想法化为了实际的路线图，然后甩给工程师团队一句话：去实现它。当然，实现的时间经常一拖再拖，可目标始终没变过。有人说马斯克是天才，也有人说他是疯狂的投机者。可不管怎么看，马斯克确实用他的言行影响和改变着世界走向。他的怪诞行为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候又发人深省。比如他竟豪掷400多亿美元收购了一家社交媒体，接着把那个小蓝鸟标志改成字母 X， 宣称要打造一个无所不包的超级应用。一时间大家都以为他在胡闹，毕竟好端端的一个社交平台被他折腾得乌烟瘴气。然而站在马斯克的视角，这或许是他未来布局的一部分，一个融合社交、支付、AI 的全球性网络雏形。再比如，他时不时在推特上兴之所至换个狗头标志，或者深夜发些耐人寻味的迷幻推文，看起来不务正业，但也因此不断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他新的议题上。可以说，马斯克喜欢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制造话题，为的也是给自己的梦想项目铺路。他的这些出格举动，表面上是在博眼球，实际上背后往往藏着战略考量。不管是为了激励团队，还是为了引起公众对某项技术的关注，他喜欢在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放飞自我，结果反而让更多普通人开始讨论火星移民、AI 威胁、电动车革命这些原本高冷的话题。马斯克用个人魅力为科技争取来了流量和关注度。当然，预言终归是预言，未来5年、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人100%说得准。马斯克的很多时间表可能又要跳票，我们也许等不到他描绘的所有场景按时到来。不过没关系，重要的是有人愿意为这些宏大的目标去拼一把。正因为有马斯克这样心比天高的人物存在，我们才多了几分看到科幻成真的可能。不管你是崇拜他也好，质疑他也罢，
至少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和这样充满戏剧性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注定不会无聊。马斯克把原本死板的科技新闻变成了一出接一出的连续剧，让我们对未来多了一份好奇和期待。展望未来，或许我们真的正在见证历史的转折，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举个例子，2029年，也许我们将看到宇航员踏上火星，在红色星球插下第一面人类的旗帜。再比如2035年，可能会有瘫痪患者通过脑机接口重新站起来，或普通人借助芯片与 AI 助手心有灵犀的交流工作。到了2045年，最后一家加油站关闭，公路上清一色都是电动车。我们甚至会怀念当年汽车引擎的轰鸣声，这些如今听来遥远又疯狂的场景，说不定真的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出现。当那一天来到时，你大概会想起马斯克当年的种种预言，然后感叹一句，这个疯子居然真的说对了。当然，如果他哪天跑出来说要在火星上举办演唱会，我们也千万别惊讶，毕竟对马斯克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好了，今天的未来畅想就到这里。马斯克的最新预言和那些奇葩举动，我们算是替大家拆解分析了一番。至于他预测的这些东西能否在5年、10年、20年内变成现实，就让时间去检验吧。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这趟通往未来的旅程。正如马斯克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让未来值得我们为之兴奋。希望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普通人的生活都能变得更加美好，这或许才是预言背后的终极意义。